在海中荒野孤岛求生开局，一棵半大小树，一块黑色石碑，一团破旧渔网，这就是我目前的基础物资。黑色的石碑上有一个屏幕，上面有5个任务栏：公共频道、私人频道、交易大厅、地图和建造。我随即点开公共频道，里面竟然有文字。看到公共频道上的内容，我意识到不止我一人来到了这该死的海上孤岛。别浪费时间了，赶紧去捞海面上的物资箱，箱子里有你们需要的物资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立刻走到岛边，看到不远处还真有一个箱子。我看到了一旁的渔网，但作为城里人的我根本不会用。渔网就像是一坨线团飞了过去，然后落在物资箱旁边，沉入了海里。正当我以为自己要饿死时，却意外激活了签到系统，获得双 S 级全自动渔网一个。只要将网丢出，就可以把320米内的目标网住拉回，并且通过系统知道了基础物资信息。蒲葵树砍伐掉能得到一些木头、树叶和树皮。破旧渔网 B 级工具，捕捞成功概率1%。黑色岛碑，有了它，发展起来会很方便，失去它寸步难行。虽然我不知道黑色石碑的作用，但现在急的是解决吃饭问题。我把自动渔网丢了出去，随着滴滴滴的提示声音，箱子被拖上了小岛。能开出什么，全看运气，祈祷自己好运吧。打开箱子，我获得了基石乘2，木头乘2，矿泉水500毫升乘2，面包100克乘1。好东西啊，有了食物合适，其他都是次要的。此时公共频道里又热闹了起来。我只是瞥了一眼，通过系统的介绍，我用基石扩建了岛屿1个平方米。随着扩建成功的提声音，发现岛屿真的多了1平米的空间。我不再犹豫，将另外一块基石也用来扩建了岛屿。全自动渔网又响起滴滴提示音，它又往回来一个物资箱。看看这次运气怎么样？这次我获得了净水器制造图 A 级，巧克力200克乘1。我在岛碑的建造页上找到净水器这一项，结果发现净水器制造图 A 级，玻璃乘8，麻布乘8，碳乘8，金属片乘8。这些物料我都没有，但是没有使的话，这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啊！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自动渔网再次提示捕获物资箱。这次我获得了玻璃乘4，金属片乘2，苹果 A 级乘2，土壤 A 级乘1。有等级的苹果是什么意思？吃起来不一样吗？有等级的食物更加美味可口，并且可以改善个人体质。我迫不及待拿起苹果咬了一口，顿时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味感觉涌上心头。比以前的任何苹果都好吃，这应该可以称作为鲜果了吧？那么吃完苹果的籽应该可以种植吧？土壤 A 级，可供等级为 A 级及以下的植物生长。岛上的半沙化土壤完全不适宜农作物生长，只适合个别树木及灌木丛。怪不得物资箱内有土壤这种东西，在这岛上土壤也算是一种物资啊。随后我来到岛碑前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消息。我看着公共频道上的聊天，我突然想到我的女朋友安然。不会所有人都被扔到这里了吧？不知道她会不会也在这里？想到这，我在公共频道上第一次发言，但是很快这条消息就被顶没了。我想再次发言，结果岛碑上提示发言间隔太短，请稍等。安然，我一定会活下去找到你，你要等我。这是我在荒岛求生的第2天，此时天色已经渐渐黑了下来，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好冷啊，要是有火烤就好了。此时公共频道也喧闹了起来，我看着他们聊天。挖个洞确实可以躲里面，但问题是用手挖的话不太现实。看着昨天我网的3个空物资箱，我动手把箱子围住3面，就在箱子中间睡了过去。早上我刚起来就看公共频道上越来越多的人在求水和食物。如果再过一段时间，他们还没有得到物资，这些人肯定就会陷入一个死循环，这可能真会死人的啊。随着滴滴滴的提示，全自动渔网响了起来，发现一晚上竟然捕捉到3条鱼，收获不错，至少食物不用担心了，就是没有生火的装置啊。第2天签到成功，获得多功能工具箱。多功能工具箱 S 级工具，砍杂削砧烧，无所不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要人工操作。我打开了工具箱，里面工具还不少，有美工刀、锤子、电锯、灼烧装置、烧烤架、电钻以及各种钻头。有灼烧装置完全就可以生火了，先烤条鱼再说。随后我第一次自己动手烤鱼，蒸了半个烤鱼之后我便停了下来。现在食物虽然有了，但也不能放开肚子去吃。在清理烤鱼的灰烬时，我获得了物品炭灰乘2。这不就是制作净水器需要的材料吗？净水器需要8块，也就是几天后我就可以制造净水器了。但是目前急的是要造个小房子，这样晚上就可以挡住海风了。于是我拿着电锯走向那些物资箱，就将那些物资箱拆成一块块木板，获得了物资18块木板。这些木板也远远不够。于是岛上唯一的蒲葵树也被我击碎。奇怪的是，当树木倒下就自动变成了物资。我获得物资木头乘20，树叶乘30，树皮乘10。走到岛碑附近，准备动手给自己搭一个小屋。不过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没有钉子。我打开岛碑的交易大厅，希望有所收获。看着那些交易，大部分都是要食物和水，而我刚好不缺这个。我即刻也在交易大厅发布了10几组交易消息。很快我上架的食物交易信息被众人看到，
公共频道内立刻炸窝了。我自然不理会那些在频道上试图巴结自己的人，我起身离开岛杯，走向全自动渔网。又一个物资箱被拉了上来，这次我获得物资：可乐500毫升乘1，木屋建造图纸10块乘4，木板乘28，金属片乘30。这个木屋图纸也太及时了，但今天好像还没有获得基石，眼前脚下只有6平方米的范围，这可有点危险啊！看了一眼交易大厅，我的食物都被交易了。获得物资：金属片乘3，玻璃乘2，麻布乘1，加上我之前物资箱内得到的物资，还差7个麻布就够了。还有木屋需要的金属片，还得上架一部分食物。我继续上架交易信息，这次只有27组了，因为烤焦的鱼没有了。这时岛杯突然发出红光，并有提示音响起，警告，基石正在被攻击。基石还可以被攻击吗？我按照提示拿着电锯往西南角赶去，看见水面下有一个庞大黑影在不断的撞击着基石，可我手中的电锯可没有那么长，现在需要一个长武器才行啊。我在孤岛求生的第3天，此时倒下的黑影还在攻击基石，而我手上的电锯根本够不到它。此刻我需要更长的武器，我通过岛杯建造了解到长枪，这些材料我刚好有，我立刻制作了一把2米长的长枪，我握紧长枪，用力地刺了下去。那黑影剧烈地挣扎了起来，一股鲜血从海面上浮现出来，拖着受伤的身体就想跑。我丢出了全自动渔网，被拖上岸后发现竟是一只鲨鱼。我提着电锯对着鲨鱼锯了过去。片刻后，我获得物资：鲨鱼肉乘100千克，鱼翅乘400克。不知道鲨鱼肉的味道怎么样？但是下一瞬间我又皱起了眉头。为什么鲨鱼会来攻击岛屿基石？难道是我早上拉粑粑掉在海里吸引过来的吗？通过系统我了解到，原来海水会淹没基石，海洋动物也可能攻击基石，导致基石破碎，岛屿沉没。看来还得多扩张岛屿面积，不然经不起这么折腾。而且房子也必须尽快建起来。我打开交易大厅，上架了一部分的鲨鱼肉，全部交易成建造房子所需的材料。就在这时，我接到了一个私聊，一个叫苏婉的女人要和我交易烧烤架制造图 C 级。苏婉这名字不会是我以前上班时的美女上司吧？我立刻给她回信，问她想要交换什么。我要吃的东西，我已经1天没吃饭了，现在我只有一个制造图。我用烤焦的一小块鲨鱼肉交易过来了烧烤架，这样下次就不会烤焦食物了，并且加上了苏婉为好友。通过聊天发现苏婉真是我的美女上司，想起以前对自己还不错的苏婉，我大方的又交易给了她几块鲨鱼肉，并且通过系统把她的渔网升为 C 级。苏婉感动就要以身相许，但是我却理智的拒绝了。之后苏婉经常和我交易物资，再加上我在公共频道的交易，很快就凑齐了建造小木屋的材料。我到岛杯的建造页面点击建造，所需要的物料全部消失，随即在岛屿的中间出现了一个木屋。这还挺结实了啊，以后就不用风吹日晒了。有了房子，我继续将净水器也制造了出来，然后放置在了木屋内。净水器 A 级可将海水净化成纯净水，每小时可产生纯净水80毫升，机器内海水容量2500毫升，纯净水容量2000毫升。按照这个净水器的净化效率，1天可产生纯净水1920毫升，纯净水容量只有2000毫升，也就是说满了后可能会溢出。看来我需要一些容器才行，之前喝完的矿泉水瓶可不能扔了。感慨一番之后，我走了出来，肚子这时也饿了，于是拿出风干的鲨鱼肉，就放在烧烤架上烤了起来。很快肉烤得发出阵阵的香气，我拿起一块便吃了起来。操，怎么有股尿骚味？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。鲨鱼肉真的很难吃。我不再犹豫，开始上架了20组鲨鱼肉，想交换一些其他的制造图。此时公共频道又炸开了锅。我看着公共频道里面的讨论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看来这帮人依旧很缺食物。此时苏婉再次发来了通话请求。陆毅，交易大厅里的鲨鱼肉是你放上去的吗？是的，那东西太难吃了，还是换一些物资比较好。别人还都为食物苦苦挣扎着，你还在这挑三拣四的，真是人比人得气死。我只不过有一些运气罢了。哎，运气也算是实力的一种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要睡觉养足精力，这样就不用吃那么多东西了。这吃太多了也不好啊。上次拉粑粑到海里也来了鲨鱼，这次都憋了2天了，我这该怎么办啊？我在孤岛求生的第4天，我已经憋了2天没拉粑粑了，我害怕再引来未知生物攻击岛屿。现在内部矛盾急需解决，如果在岛上解决，面积太小，这味道可就难受了。正当我纠结的时候，渔网捕获物资的提示声传来，我强忍着喷涌而出的感觉，打开了物资箱。汪汪汪，饿死本大爷了！好心人有吃的吗？此时的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快速跑到角落解决矛盾起来。正当我拉得不亦乐乎时，狗子闻着香味也找到了我。操你个老爸！有吃的自己躲着偷吃，不知道本王快饿死了吗？主人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隔壁小花正想和我探讨狗生呢。我嫌弃地看着刚干完饭的狗子，心想何只狗子也解释不清楚，于是便安慰他说道：既来之则安之，隔壁小花你就别想了，以后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。
这时系统响起了签到声，4天签到成功，奖励 SS 级全自动马桶1个，自动抽水，自动清除异味。还真是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啊！系统，你说你早点送我，狗子就不用吃那恶心的食物了。你说谁恶心呢？你个老六，下次你再躲着本王吃东西，我热乎的都不留给你。最好留给你自己吃吧，老子有考虑，到时候你别求我。本狗子会求你，你等着吧，下次绝不留给你。求你我就是狗。吃饱的狗子自顾自地找个地方趴下，呼呼大睡起来。而我拿出刚得到的马桶，安装在了木屋的旁边，顺便拿出之前得到的土壤和苹果种子种在了旁边。自动渔网又响起捕捉到目标提示音，这次我获得物资：基石乘2，塑料乘4，金属片乘2，面包乘100克。我毫不犹豫地用掉了基石，此时面积已经扩大到15个平方，比一开始4个平方要大上很多。如果有足够的基石，我应该可以把夏国的版图完全拼出来。可夏国足足有960万平方公里，换算成平方米是960000000000，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啊！哎，算了，还是脚踏实地慢慢来吧。这时岛贝发出滴滴的提示音，苏婉请求和我通话。陆毅，我又捕捞到一个物资箱，里面有3块基石，1瓶矿泉水，还有一张木床制造图。这个制造图给我吧，其他我都不要了。可以，但基石必须给你1块，剩下的都归我。我没有推辞，直接确定交易。在将岛屿扩大至16平方的时候，我发现木屋后竟然出现了一棵树和一块大石头。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不会是每天都会刷新吧？为了验证这个想法，我把树和石头全部砍伐和开采掉，变成了资源存放了起来。做完这些，我便闲了下来。我来到岛碑前，点开公共频道，看着公共频道吵吵闹闹的，大家还是在为食物发愁，但是并没人提到海水每周会淹没岛屿1平米这件事情。大家应该都不知道这个事情，看来要打这个信息差，在大家都不重视基石的时候收购一批。我沉思了片刻，点开交易大厅，上架了10组鲨鱼肉交易基石。消息一出，公共频道立马热闹了。看着群里人的讨论，果然他们都不知道基石的重要，不少人用基石提出交易，我果断含笑的同意了交易。一个 ID 是鲤鱼的人突然私聊我，2块基石换500克鲨鱼肉，愿意那就交易，如果不愿意那就算了。我稍微思考了下，就决定换给了他。但下一瞬间，我惊讶地发现交易大厅有人上架了鲨鱼肉，鲤鱼鲨鱼肉乘500克交易，金属片乘20。什么情况？原封不动拿交易的鲨鱼肉去换金属片，按照他这种操作，应该是非常迫切的需要金属片。所以究竟鲤鱼正在制造什么工具呢？今天是我在孤岛求生的第5天，此时我拥有了小木屋和马桶，种下的苹果籽也长出了树苗，而女友安然却依旧没有消息。姐，主人，本大爷又饿了，快去给我弄口热乎饭吃。还在想昨天的美味啊，可惜我现在有马桶了，你吃不着了。这么的马桶是谁敢从本大爷嘴里夺食？他在哪？我去弄死他。好了，狗大爷，以后你看我吃啥你就吃啥，再提弄坏马桶我跟你急。你急什么啊？感情饿的不是你啊，快点，有啥吃的给大爷来点。只有这个鲨鱼肉了，我的大爷，你老就将就着吃吧。这肉怎么一股子尿骚味？你们人类口味还真奇特。你就说你吃不吃吧，在这孤岛还挑3拣4，不吃我可拿去交换物资了。我吃还不行吗？此时距离路易岛屿大约60公里的一个小岛上，鲤鱼兴奋地叫出了声：太好了，终于凑齐了。此时他的岛碑制造页面上有一项是亮着显示可建造状态。小型木船依据小型木船制造图制造，所需材料木头乘60，金属片乘30。鲤鱼颤抖着点向了制造，一艘木船即刻出现在了小岛。检测到你已制造出小船，请选择是否转移岛背到小船上。注意，如果你一旦选择转移，未来1年内无法再次转移，请慎重选择。这意思是我可以舍弃小岛，在海上发展吗？作为一个渔民，海上才是我的主场啊！鲤鱼做出了转移选择，岛屿上的岛碑立刻消失，连人带碑就出现在小船内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成为海上霸主。姐，你个老六别睡了，渔网捞上来了3个箱子。走，去看看能开什么好东西。我把3个物资箱一起打开，获得了物资：基石乘2，香蕉乘500克，连弩制造图 A 级，金属片乘5，木头乘10，牛筋乘1。我靠，出武器了！连弩制造图 A 级，制作需要受精乘1，木头乘3，金属片乘5。幸好从物资箱开出了牛筋，不然我就得用果筋了。你个老六，这么猥琐的看我干嘛？你是想挨揍吗？算你小子走运，本来想借你的小蚯蚓用用，不过现在用不上。什么意思？莫名其妙的，本狗也懒得理你。我点开岛碑的制造页面，立马制造出了一把连弩，这样在将来又多了一份保障。这时苏婉突然又发了消息，原来苏婉捞到一个超级物资箱，获得了基石乘4，单人帐篷乘1，橘子 B 级乘2，麻布乘5，生菜种子乘2。这么多东西，
你这是欧皇附体了吗？欧皇是什么意思？是指运气好吗？没错，这把麻布和生菜种子给我吧，其他你自己留着就行。这橘子有等级是什么意思？简单说就是比普通橘子好吃，并且可以改善人的体质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不能一人独吞了。就按照我之前说的分配就行。你那水果我看不上，我有更高级的苹果了。之后苏婉执着的交易给了我基石乘2，麻布乘5，生菜种子乘2。交易完成，自动渔网的提示音再次响起，一个物资箱放在岛屿边缘，希望能开出点好东西。这次获得物资：基石乘2，表蚁制造图 B 级乘1，土壤乘1，木盆制造图乘1。哦吼，还是没食物，总不能整天吃鱼吧？真怀念前天热乎的美食啊！我看了眼交易大厅，将这个摇椅所需的金属片凑足，然后直接制造了出来。你个老六，又睡觉，不知道答应我狗生艰难啊！吃鱼吃的我满嘴尿骚味。哎呀，我的妈妈，吓死本大爷了！还真会下雨啊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岛屿被淹没。此刻我看着公共频道炸了窝，我看着公共频道里的讨论，瞬间明白下雨的可能是在一块区域内，而不下雨的应该距离自己比较远。想到这里，我给苏婉发了个信息：你那边下雨了吗？下了，很大。看来我们应该在同一块区域内。是啊，就是不知道有多远。真希望能跟陆毅汇合到一起啊，一个人感觉好孤单啊。公共频道上虽然还是不断的有人说话，但是少了很多。这个时候我再发了一条信息：安然，如果看到这条信息，请私聊我。很快，私人频道上突然有人请求通话。你好，我是安然，请问你是谁？你真的是安然吗？我已经快饿死了，给点吃的吧，我当你小弟。我要找的安然是你的，只要给我一口吃的，我可以为了你变成你的死人妖。我在荒岛求生第6天，今天醒来发现雨已经停了。此时公共频道上一片哀嚎，我看着这些吐槽，我知道暴雨会让很多人因此丧命，我只希望安然可以没事。姐，一个晚上8条鱼，怎么吃才好呢？这么多鱼，先找个地方养着吧，这样每天都可以吃新鲜的。滚你个老六，这都是本大爷熬夜网的，都是我的，你别想打主意。都是你的，希望你个小绿狗，记得下次别用我的。有本事自己下海去抓。哎，就是开个玩笑，你别当真，一狗一半总可以了吧？这还差不多，不过你想吃烤鱼，还得继续熬夜看守，不行我就换狗了。另外记住你是狗，老子可是人。行，你是老板，你说了算，本狗也服你了，我去睡觉了。签到成功，获得奖励双倍状态，每10天获得1次双倍奖励，效果持续1天，10天才能获得1次加成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等到那天开物资箱都能获得双倍？理论上是这样的。另外，今天是第1次开启增益，今天开物资都会有双倍收获。那太好了，我要尽情的捞物资箱，我要双倍的快乐。干什么鬼哭狼嚎的？这个老六犯病了吗？此时的苹果树苗也因为雨水的原因，直接长成了半大小树。这也太快了吧！这个世界规则应该不一样，连土壤都分 A、B、C 等级。接下来我又把前几天获得的辣椒和生菜种子给种了下去。有些饿了，今天把那 A 级的英昌鱼干掉吧。我立刻生火，再加上烤了起来。片刻后，浓浓的肉香味飘了出来。A 级食材就是跟普通食材不一样，这浓郁的香味太上头了。吃饭也不叫我，你个老六，这鱼闻着可真香啊！快点给我一半，我快饿死了。你看不起狗呢？这些塞牙缝都不够，就这些了，剩下的我要送给女生。真是重色轻友的渣子，狗爷我看错你了，人心不古啊！哎，我点开交易给苏婉发了过去。不行，这个东西太贵重了。废什么话，跟你吃你就吃，这是命令。我强势的话语让苏婉愣了下，但却让苏婉感到心里异常的温暖。那谢谢你了。吃完继续干活吧。这英昌鱼味厚鲜香，自烧骨软，吃了它，我感觉一条能顶过去8条啊！怎么感觉好热？此时我感觉自己体内好像燃烧起了一把火，某处也不安分地躁动了起来。这 A 级英昌鱼比 A 级苹果的金颗大多了，真好吃呀！我感觉现在体内充满了力量，有股洪荒之力，好想倾泻呀！怎么感觉跟吃了十全大补汤一样？我此刻完全坐不住了，于是就在岛屿边缘转悠。那是一艘船。鲤鱼自从将岛杯转移到船上之后，如鱼得水，连续捞到8个物资箱，终于不用饿肚子了。鲤鱼看到不远处又出现一个物资箱，根据他自己的经验，每个箱子旁都会有海洋生物，有大有小，但都是会袭击自己的小船。这次的黑影有点大，不会是鲨鱼吧？他将长枪全部拿了出来，计算着距离，嗖的一声，他将长枪奋力扎入水中。但是鲨鱼可不会坐以待毙，背上剧烈的疼痛让他非常愤怒，毫不犹豫地咬向船侧的木板，咔嚓一声，船板竟然被撞破了。
他立刻抽出另外一根长枪，再次对着鲨鱼的眼睛刺了过去。2次命中，鲨鱼也有些慌，剧烈挣扎了几下，便往远处游走了。警告：船体受损，请尽快搜集到物料进行修复。如未修复，预计10分钟后沉没。我在荒岛求生第7天，吃下 A 级鱼肉的我，瞬间全身充满了洪荒之力，看着旁边绿不拉几的狗子，都感觉有点眉清目秀。你个老六发什么呆呀？别这么猥琐的看着本大爷，你不会是想吃狗肉吧？就是想吃你，给我躺下乖乖受死吧！你个老六，有话好好说。有没有人啊？出狗命了，快点来人救狗了！警告，请即刻修复船只，10分钟后开始沉没。此时的鲤鱼急得团团转，忍痛将几天来获得的基石挂到了交易大厅上。我靠，鲤鱼竟然用基石交易，这可不能放过。随着交易成功的提示，没想到还触发了双倍奖励。1. 触发双倍收获，获得物资基石乘4。这回真是赚大了！立刻修复。有了这种功能，以后根本不用担心被袭击了。海上霸主指日可待啊！此时的我趁着触发双倍的时间，开始了疯狂在交易大厅扫货，果然都是给的双倍奖励。一会功夫，我便积攒了大量物资。我立马通过倒杯制作了单人木床，还有一个摇椅、花坛、鸡舍，全部都通通安排。唯一遗憾的是东西太多，迫切需要建造一个更大的房子。哎，房子都需要建造图纸才行，可惜现在没有，看来只能慢慢来了。陆毅，我好像看到有船在海上。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，但是绝对是船，应该还有人控制。如果可以划船离开小岛的话，这个世界可能更加残酷了。所以你最好千万别让陌生人上你的岛。我知道，我一个女生自己会小心的。行，那你自己小心。这鸡舍还带个燕子，比我的木屋还好啊。鸡舍 A 级，增加鸡蛋及鸡肉产量80%，提高孵化及生长速度80%，鸡舍最大养殖数量80只。有产量加成，还有速度加成，以后鸡肉就可以自由了。远处好像有个小岛啦，说不定上面会有人。等到靠近小岛50米的距离，鲤鱼终于看清了岛上的情况，至少有6个空物资箱。太好了，希望有水可以喝。该死的渔网，好的啊，再试一次吧。不许动，闹事点。大哥，别杀我，我可以做任何事情。你确定任何事情都行？听到弦外之音的女人立刻妩媚的回道：当然呀，死鬼，只要你想，我都可以配合你。很快，几个物资箱围着的空间内传来一阵不雅的声音。10分钟后，女人幽怨地看着鲤鱼：以后跟着我，保管你不会饿肚子。那就多谢李哥了，以后可不许欺负人家了。对了，你这边还有水吗？白莲翻着白眼，将自己之前的矿泉水拿了出来。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，这个岛也别要了，跟我走吧。不要这个岛了，我们住哪？住我的船上，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，而且捞起物资箱也方便很多。当白莲将物资全部都搬上小船时，岛杯也发出了提示：你已登上木船，检测到木船上已经有1岛杯，同一木船上无法同时存在2个岛杯。那怎么办啊？你可以选择将岛杯降级为附属岛杯，保留在这个岛屿上，也可以拆解岛杯，获得基石加入其他岛杯势力。注意，岛杯拆解之后便不复存在。我们以后要在大海上发展，岛杯完全没有意义，别留了吧。你击碎了1个岛杯，获得基石乘12。我们走吧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我在荒岛求生的第8天，有了自动渔网的加持，我已经不缺食物了，缺的就是没有盐和调味品。这鱼汤虽然鲜美，少了盐味道就是差点啊。就是，本王嘴里都快弹出鸟来了，你快点想办法搞点盐。行了，就你事情多，再逼把你丢海里喂鱼。哎，你个老六，脾气能不能别这么暴躁？我闭嘴还不行吗？我在交易大厅上架了一条海鱼，这条交易刚放上去，就引起了公共频道的讨论。我看着他们的聊天，发现没人提到等级食物，那么吃了有等级的食物能提高体质的事情，应该大部分人都还不知道。绝对不止我得到有等级的食物，所以应该是后者。闷声发大财才是求生的主流。不过交易挂上去很久都没有任何回应，应该是那些荒野大神制造的盐也只够自己吃的，这事情只有再等等了。这时渔网提示已经捕捞上来的2个物资箱，这次获得基石乘2，冰块乘5，金属片乘3，烤鸡乘500克。冰块这是什么鬼？似乎现在根本用不到啊，而且很快就会化掉。冰块防暑降温材料，可以用来制作冷藏库冷冻食物。看来只能看着它融化了。刚捞上来仓库制造图 A 级，你要吗？行，都先交易给我。苏婉立刻将东西交易了过来，没有想到还触发了双倍收获，直接获得仓库制造图 A 级乘2。通过岛杯我了解到，制造仓库正好能用上冰块，这也太巧了。不过砖块好像不够，于是我挂上20毫升矿泉水，求够1块砖。果然水依然是抢手货，很快就有人交易了。我立刻将那仓库制造了出来，选择将仓库放在房子后方。仓库 A 级，可延长物品保质期80%，一层是常温库，一层是冷藏库，有冰块才能起到冷藏效果。
1块冰可保持作用1个月，目前冰块数量5块。冷藏库可是个好东西啊，这些海鱼刚好可以放了。老六主人，那个天气太热的时候，我可以进冷藏库睡觉不？你要想变成像是狗，你就进去睡吧。这个暴躁脾气啊，以后谁家的姑娘嫁给你，那真是倒霉啊！滚滚滚，小心我淹了你！哎，你大爷的渣子，我滚！陆毅，能先借点纯净水给我吗？我这月末有些特殊情况。听到苏婉的解释之后，我立刻明白了。没事，我有 A 级净水器，虽然净化速度不快，但用来喝还是足够的。净水器？你竟然还有这种东西啊？当然了，而且还是 A 级的净化水，你喝过就知道效果了。我拿出2瓶已经装满的纯净水，然后交易了过去。以后有好东西多留给我就行了，这2天不要勉强，能捞便捞，多注意休息。哎，陆毅的人情真是还不清了。片刻后，苏婉就愣住了。刚刚还有些疼的肚子，竟然感觉好了，肯定是这 A 级纯净水的作用。对我这么好，我该怎么报答他呢？此时，交易大厅上的一则信息立马让我高兴了起来。我看着这个交易下面，很多人都拿出不少东西，但都不是对方需要的退烧物品，尤其是用基石换这个制造图的人。这人得到基石都不扩张岛屿吗？这船的制造图我一定要拿到，寻找女友安然就靠它了。我立刻和这人私聊了起来。我有冰块可以吗？不行，我的孩子还小。连小孩子都穿越到这里了吗？对，我的孩子才1岁半。你还有别的可以给宝宝退烧吗？此时，在一个岛屿上，一个男人死死地盯着岛杯，几近崩溃地吼了起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男人看向怀中大哭的婴儿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这里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给孩子试下，但不确定有没有用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只要那个船的制造图。行，只要能帮孩子退烧，我就给你制造图。我想了想，直接先交易了。纯净水 A 级20毫升给他。仅仅过了3分钟，男人惊喜地发来了信息：真的可以，孩子竟然清醒了过来，孩子的状态变得很好了。既然有效，那就开始交易吧。随后我直接灌了200毫升的纯净水，交易过来了中级木船制造图。中型帆船制造图 C 级，木板乘200，金属片乘200，木头乘10，麻布乘50。我操，需要这么多物资，无论谁拿到估计都造不了。就在陆毅吐槽的时候，鲤鱼正在木船上大发雷霆。妈的，我拿出16块基石都不跟我交易，是不是有病啊？消消气，毕竟在别人手上，他不想卖我们也没有办法。我在荒岛求生第9天，此时的我正在做梦，苏婉竟然在偷吻我，我感觉脸上湿哒哒的。你个渣狗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个老六，昨晚偷吃烤鸡还不擦嘴，怎么的？我甜点残渣你还有意见啊？你大爷的狗渣，我烤了你！发达了，前面好像有个岛，不知道有没有妹子。作为海上霸主的我，必须要3、5个才正常嘛。李哥，别顾着高兴，我看这个岛很大，说不定它的主人很强大呢。等下你在前面吸引对方注意力，然后我偷袭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死鬼，演戏我擅长。你个老六，快点烤，老子饿死了。小哥哥，我迷路了，现在好饿啊，能好心给点吃的吗？早就知道你们偷上来了，这拙劣的表演，我刚刚挨顿饭。站住，你别过来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怎么了，小哥哥？难道我不美吗？看着眼前的女人搔首弄姿，我恶心的快吐了。而鲤鱼也趁机从我背后冲来，高高举起斧头就要劈我。主人虐狗千百遍，我待主人如初恋，是时候该我出手了。小哥哥，别杀我可以吗？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不需要。从你们偷袭我时，你们的下场就注定了。我靠，这公弩也太强了吧，人都飞没了。你个老六脾气真暴躁，一下就把人整飞了，怜香惜玉，懂不懂？我不懂，不过我懂怎么做狗肉火锅。真怀念狗肉的味道啊！算了，本大爷懒得和你吵，烤鱼快糊了，我要干饭去了。我走上鲤鱼的小木船，意外发现原主人死后，他的岛碑竟可选择收为附属，从而获得原主人所有物资。他们竟然有16块基石，我随手就用来扩展了岛屿。要是多来送快递的就好了，这可比捞物资快多了。我来到岛碑前，把材料积攒够了的中型帆船也制造了出来。我尝试将中型帆船驾驶出去，没想到还真能开出去，操作也不难。这要是遇到突发情况，又多了一条保命的手段啊！签到成功，获得建筑物升级卡1张，可升级建筑1个等级。这东西不错啊，我那鼻子的木屋该升级了。我迫不及待地通过岛碑，对着木屋使用了升级卡，木屋直接就成了单身公寓。警告：目前岛屿面积不足，请24小时内扩张岛屿，否则升级失败。岛都63平方米了，竟然还不够。我沉思了片刻，立刻将矿泉水挂在了交易大厅里，一下挂上了50组，正好2瓶水的量。矿泉水乘20毫升交易基石乘1，缺水的人太多，很快交易就完成了。我顺手就扩张了岛屿，升级的公寓终于可以住了。因为再有2天，
海水就会吞噬1个平方米的基石，估计卖基石的人连肠子都能毁清。如果手中基石多，说不定还能卖出个天价。想到这里，我将风干的鱼也挂了上去。海鱼乘50克交易基石乘1，一次就上了240组。因为挂出来的水和食物太多了，一下子又引起了热议。我看着那些人的讨论，心里暗道快换吧，过2天有你们哭的。物竞天择，这我也没有办法。随着不断的交易成功，我继续扩展岛屿，面积来到了174平方米。我进入单身公寓，没有想到还有壁炉，这样冬天就不冷了。果然还是系统想得周到。至此，我的小家园也正式成型了。种下的苹果树已经长出了果子，菜地里的生菜也可以吃了，鸡舍里面鸡蛋也孵出了小鸡，就等着长大下蛋。就是感觉有点孤单啊。不过相比他们缺衣少食，我算是说在度假也不过分。看到苏婉发来的物资，我眼睛都在放光。海盐提取器 B 级，看来还是你的运气好啊，赶紧造出来啊，到时候别忘了分我一点。还是给你制造吧，我物资也不齐，你到时候分我一些就行。我直接没有推辞，把制造图交易过来，反正我打算找机会去接苏婉过来。物资凑够了，我点击制造。海盐提取器 B 级，提取效率每天可提取出40克精盐，每天40克，这足够了，根本就吃不完啊。我在荒岛求生第10天，衣食无忧的我太无聊，除了每天逗狗消遣时间，就是躺在摇椅看日出。唯一不好的是水还是不够，自从来到岛上都没洗过澡。这味道着实是有点难闻啊，熏得连蚊子都不敢靠近我。你个老六，这味道闻着真上头，要不你下海洗洗，情况不对我往你上来。我看这办法行，要不你先下去探探喽，我比较怕鲨鱼。哎，其实你这味道也还好，你要是洗了我就不习惯了。不说了，我要睡一觉，晚上值班去。求狗不如求自己，快去睡吧，晚上敢打瞌睡我就干了你。你个老六这暴脾气，信不过本大爷，有本事自己守夜去。哼，走慢点，狗腿给你打断。签到成功，获得自来水系统制造图乘1。我操，有了这个不就可以洗澡了？通过岛碑我了解到，自来水系统制造图需要塑料乘200，金属片乘100，麻布乘80。又是一个需要3位数物资的制造图，一个大工程啊！好在我物资多，继续换吧。想到这的，我继续打开交易大厅，上架了300组水交易所需物资。不一会，交易信息便响个不停。这次一共获得了物资：金属片乘210，塑料乘90，麻布乘65，再加上库存的物资，已经足够制造自来水系统啊！随着物资消失，岛上出现了2个巨大的水箱，然后还有延伸出来的2条管道。这个缺乏自动集水系统，所以需要您从上方将水箱装上水，就可以运行了。如需饮用需煮沸才可以。我看着系统提示，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。你大爷的系统，这3吨水我要倒多久？这个世界规则就是这样，你要是不满意，可以选择不使用。听到这样的解释，我无可奈何地开始了装水，变身成了海水搬运工，直到到了300多桶，才把水箱给灌满。一阵低沉的声音响起，自来水系统终于开始运行。没想到我的体力这么好，有等级的食物看来要多吃啊。我迫不及待地洗了个澡，洗完的我神清气爽，坐上摇椅。我似乎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。全世界不是有种叫凉白开的吗？我这直接烧开，不就可以卖了啊？想到我就开始操作起来，直接烧开了1000毫升自来水，晾凉后直接装瓶上架。很快公共频道热闹了起来，看着频道里的人评论，明白了目前水比食物还珍贵。仅仅30秒，我挂上去的凉白开就已经没有了，甚至有人发来私聊，要求预定下一批的水。我感觉价格定低了，下次用20毫升凉白开试试。这时鸡舍里面的小鸡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原来小鸡没有吃食物，早已饿得叽叽乱叫了，但是拿什么去喂它？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我将岛碑切换到公共频道，谁有喂小鸡的食物或者饲料，请私聊。什么人还吃不饱呢，还喂鸡？这大佬赏我点吃的喝的，我帮你挖蚯蚓。想什么？就这沙土地连个植物都没，还蚯蚓？就是再说了，能找到蚯蚓，你不就有食物了？楼上的蚯蚓可以吃吗？怎么感觉这么恶心？公共区虽然讨论的热闹，但是没有一个解决问题的人。私人频道也不断的弹出信息，但是大多都是求水求食物的。实在不行，我直接喂面包，应该小鸡们不会嫌弃。正当我准备关闭私聊的时候，一个详细的消息吸引了我。小鸡比较娇贵，注意保暖。面包撕成碎屑，也可以将海鱼烘干捣成碎屑，都可以喂给它们吃。你也算回答了我的问题，你需要什么？食物还是屎？什么都不要了，你留着。活下去吧。你懂小鸡养殖吗？做了一辈子农民，能不知道吗？这样，你当我的养殖顾问，我一天给你1条鱼和500毫升凉白开。这样不会拖累你吗？放心，我敢开出条件，自然是能承受的。好，那我就把这条老命卖给你了。我在荒岛求生第11天，一觉醒来，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海水淹没了岛屿1个平方。我看了一眼岛碑，此时公共频道上已经炸窝了。随着最后的话惊醒了众人，他们终于知道鸡屎有什么作用了，即刻频道内就咒骂了起来。
作为始作俑者的我，此刻却庆幸自己提前扩张了岛，现在达到了惊人的296平方米，淹没的1平米可以忽略不计。一时间，交易大厅内全部都是求购基石的。我拿出多的5块基石，换了个双人床制造图、压榨机制造图、被子制造图。警告：海水正在侵蚀岛屿面积，精度33.33%，岛屿正在发生位置变化。什么位置变化？变化正在进行中，需海水侵蚀完毕之后，才能最终确定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只有等着了。系统签到吧！恭喜宿主成功签到，获得全物精装卡1张，请在岛碑处使用。我立刻来到岛碑前，切换到建造页面，选择了地中海风格。随着装修完毕的提示，一个更为现代的房子出现在了我的眼前。卧室里有双人床和空调，客厅竟然还有沙发，墙体上面还挂着电视机。正当我准备打开电视，不过却没有任何反应。没想到是房子现代了，基础供给还是得自己制造啊，没有电空调电视都用不了。你个老六发什么呆呢？鱼烤好了，出去干饭吧。你这手艺还不错，以后烤鱼就交给你了。本大爷的手艺还用你说？想当年我就是靠这个抛了小花。行了行了，夸你2句上天了。吃完饭记得把鸡喂了，那个生菜地也该松下土了。哎，我就说你是个渣渣，喂了一口吃的，狗大爷我容易吗？吃完饭的我躺在摇椅上，打开了公共频道，一则消息让我意外了起来。欢迎大家加入地灵大家庭，我们物资内部价格是市场价的1半。是吗？太好了，我要加入地灵，我也要加入，我啥都会。还有我会爬床，还会做饭。地灵哥哥，人家会跳舞，只要有口吃的就行。想报名的去加4位堂主为好友，他们的 ID 分别为地灵青龙、地灵白虎、地灵朱雀、地灵玄武，到时候他们会告诉你们加入的条件。什么？还有条件啊？当然了，地灵终将是最强大的势力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加入的。这人什么来头？发展的比我还快吗？我可是有系统的加持，到现在都还招不起小弟呢。此时渔网捕获物资的提示声传来，我郁闷地走过去，准备开一波宝箱。自动渔网的效率还真不错，几天下来竟捞了18个箱子。不过运气实在太差，都是开些基础物资，唯一获得了一张风力水车制造图。我这运气，这是踩到了狗屎吗？旺财，你以后别到处大小便，知道没有？关我什么事啊？我给菜地送土都解决在菜地里了，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我猜你个老六，中午吃的生菜你洗了没有？你管洗没洗，反正你都吃完了，中午你还只夸好吃呢。此时农业专家袁农请求通话。陆毅，我今天捕捞到这个土质改良坑，可将面积为50平方米的沙化土地改良为可以种植农作物的土地。我看到这个东西简直惊了，这么逆天的卡片，这才是真的欧皇。好东西啊，这样可以在岛上种植作物了。以你的技术，一定能大丰收的。我的岛才8平方米，距离50平方米遥遥无期，我用了太过浪费，还是放在你的岛屿上吧，到时候分我一点就行。我略微沉吟，没有拒绝袁农的要求，毕竟我的岛屿足够大，并且承诺以后他的1日3餐我包了。很快就到了半夜时分，每个岛上的岛碑都冒出来一个提示：恭喜你通过了第1次的考验，接下来考验升级，1周后海水会继续侵蚀1平方米，努力扩展岛屿，你会有额外的收获。我此刻听到这消息，直接也是懵逼了。公共频道再次热闹了起来，看着他们聊天，我不屑地撇了撇嘴。我更相信签到系统的提示信息，只是未知的危险，确实是会让人感到恐惧。我在荒岛求生第12天，我发现升级后的岛屿每天会随机刷新资源，如果刷新的资源没有及时处理，会缓慢演化，并刷新出依托此资源的新资源。比如之前我有物资一种是金属片，将会细化成具体的金属，比如铁、铜、锡之类的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岂不是无属性的金属片会是最抢手的资源了？想到这，我立刻冲到岛碑，先上架了50组200开。我担心收购的太多，让有心人注意到，所以低调只上架了50组。这个时候，我接到了苏婉3人的询问，显然他们都没有休息，在等着这次淹没基石事件结束。我只是告诉他们，有机会多收集一些金属片，不要卖，也不要用。很快在公共频道引起了一阵讨论，众人对水的需求还是很大。虽然他们有所怀疑，但我上架的白开水很快便售罄了。我看到这一幕，立刻再上架了50组。今天必须通宵干啊，趁他们没反应过来换多点。会长，有人在收金属片，我们要动手吗？如果是上次收集时的同一个人，我们就要考虑下了。可惜这交易是匿名的。我觉得金属片去换水，至少还是赚的。我们先交易一部分，剩下的保留起来。先用5成换成水，安排人盯着交易大厅。我惊讶看着刚挂上去的水，几秒后就已经提示售罄。我瞬间想到一种可能，是有一个势力在囤水。目前来看，应该是地灵了。之后我继续50、100组的上架，结果也是一样，几秒便被人抢购了。经过地灵的一波带节奏，似乎引发了蝴蝶效应，
其他的吃瓜众人也开始纷纷抢购起来。如此折腾了5个多小时，将最后100组挂上交易大厅之后，我倒在了自己的床上，瞬间进入睡眠。第二天，我立刻来到岛杯前查看，此时我库存金属片为9785个，已经逼近1万个大关。现在我的金属片应该是最多的一家，但当我看向岛屿时，却有些发愣。原本岛屿空着的地方，竟然出现了很多树和石块。我不打算去砍伐开采它们，想看看它到底演化成啥样。另外，惊喜的发现种下的辣椒也长出来了，红彤彤的，很好看。无辣不欢的我做了一锅鱼，招呼辛苦守夜的旺财来干饭。都几点了，你还知道做饭啊？本狗也快饿死了。这不是做好了吗？今天新菜系香辣水煮鱼，帮你吃了还想吃，算你识相，让狗爷我先浅尝一口。你个老六渣子，这么辣想辣死我啊！你这是谋财害狗啊！跟主人就得随主人，以后做饭必须加辣椒，要不然狗腿给你打断。我真服了你个老六，哪天我非得离岛出走。有美食都不知道欣赏，活该你挨饿，别人想吃都没有啊！想到这，我给苏婉、江云天还有袁农分别交易过去1大碗鱼。哎呀，好辣啊！不过真的好美味呀，要不是这几天特殊，我非得吃完它。我靠，太幸福了！这就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。想不到老夫这把年纪，在有生之年还能吃上辣椒，这人情可怎么还啊？解决早饭之后，我即刻找系统签到。签到成功，获得设备造纸机 3S 级，提供基础原料就可自动造出纸张，并且该设备有光电转换装置，只要在有光存在的情况下，它就能充电。3S 级的设备果然是好东西啊！这下方便后就不用树皮了。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臀部，昨天刚用完粗糙的树皮，现在都还有点火辣辣的。想到这，我立刻开始制造起纸来。根据提示加入木头、树皮、树叶，剩下的就交给机器就行。几乎是瞬间，在机器的另外一端就出现一捆一捆包装好的卫生纸。这么快，这也太逆天了吧！卫生纸 3S 级，无论用它清洁哪里，清洁度增加640%，还具有抑菌的效果。这么强大，按照这个解释，完全可以当成无菌绷带用了，就是柔韧性不太好。虽然说目前卫生纸比较珍贵，但我还是直接给苏婉几人各发了一捆。陆毅，你在哪搞到这个东西的？还真能给我惊喜啊你！这是个秘密，反正很多，放心用吧。而且这东西有抑菌效果。太好了，这个对我太重要了，谢谢你啊！咱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吧，我们大家都要好好活下去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在荒岛求生第13天，果然规则改变之后，资源会细化。我今天捞上来的箱子已经没有万能金属片了，取代的是铁、铜等金属片。此时公共频道也在吐槽，幸亏我存了上万个，这以后就是开挂的存在了。可恶啊！我就说昨天那人有问题，白白损失了1半金属片。暴怒的帝灵即刻让手下4大堂主打听内部成员，果然所有人都是开出具体的金属。妈的，这小子真硬啊！可是他存这么多，用来干啥呢？必须要问个清楚。悲惨的帝灵即刻在公共频道喷了起来。昨天用白开水换金属片老银币，骗了那么多，你应该告诉我们怎么用这东西。我才懒得理你。昨天你不是换的挺换吗？现在发现不对了，只能说你们后知后觉。哼，骗了这么多金属片，还敢现身说话，真无耻啊！吃瓜群众也跟着叫了起来。我看着频道内的一片骂声，只能感叹这世界的残酷。当自己没有能力时，就是被淘汰的时候了。我轻叹了一口气，继续收拾起我的菜园和喂养小鸡。往后随着规则的改变，保证自己生存下来才是重点。系统签到，签到成功，触发双倍收获效果，效果持续1天。获得家畜奶牛 S 级乘4，双倍的快乐又来了，今天必须干通宵。我来到物资箱旁边，果断地开启了所有箱子，获得了海鱼乘140条，基石乘60，金属铜乘60，塑料乘12。随着连续的双倍提示，我留下了部分海鱼，剩下的全部挂上了交易。公寓后方空地也出现了一片小树林，并且演化出了几丛矮小的灌木。这演化的也太快了吧！温馨提示：保留时间越长，演化速度越快。那太好了，最好能演化出小动物。海鲜着实是吃腻了，确实是吃腻了。现在我满嘴的鱼腥味，要是有只兔子烧烤，那味道想想就流口水呀。确实是，不过必须得加辣椒，要辣死狗的那种。你个老六渣子，不是好人，放辣椒我跟你急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上次种的小麦好像可以收了。旺财，走，收麦子去。我拿出电锯到麦地，一人一狗开始收割起来，随即将麦穗拿到一旁的空地去晒。仅仅半天的时间，我发现麦穗就已经完全晒干，而且感觉好像越来越热。就劳作这么一会，我就大汗淋漓了。回到公寓，灌了一大杯 A 级纯净水，才感觉舒服了许多。此时公共频道也在讨论，我看着大家的讨论，我知道这应该不是一个地区出现高温天气，这是普遍现象。这么热，如果出汗多，盐分流失会更快，不补充盐的话就会脱粒，是不是可以卖点淡盐石给他们呢？
我真佩服自己的商业头脑。想到这里，我给苏婉三人发了一条信息，交代注意不要中暑，一人给了500毫升淡盐开水。幸好你这里有盐，不然照现在这么流汗，还真是有些危险。我怀疑是考验升级的一部分。中午时间躲在帐篷就行。交代完，我迷糊中睡了过去。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到了下午4点。我看了一眼公共频道，上面一片哀嚎。我快要死了，谁能借给我一点水喝？我拿金属片换。不行了，我虚脱了，还伴有呕吐，谁能帮我啊？我手里有积水，我需要水，如果有淡盐水更好。急！这不机会就来了。我立刻开始在交易大厅上架物品，淡盐开水乘50毫升，交易基石乘2或金属片乘5。这个交易刚上架，整个公共频道立刻疯了。我看到这个人的要求，立刻调整了交易的设置，可以少换。上架的50组淡盐水，1分钟内就被抢光了。这人到底是谁呀？为什么总能拿出大家急需的东西？来，先用公共物资换点吧，保命要紧啊！我接下来的时间就在不断的烧开水，加入少许海盐，配成淡盐水，然后上架出售，直到最后上架的50组。我看了一眼交易得到的物资，基石乘1000，金属片乘250。随后系统提示直接双倍，物资直接变成了基石乘2000，金属片乘500。这真是少啊！双倍的快乐太上头了，全部用来扩展岛屿。随着升级成功的提示，一声巨响突然传来。什么情况？之前扩建也没有这动静啊！荒岛求生第14天，此时岛屿面积是2000平米，空地已经演化出不少物资，有树木、灌木，甚至是小山坡。而且我发现人工可以干预演化。我在岛后方山坡上挖了一条沟，灌满海水，期待它演变成河流。现在就看岛屿演化的能力了。但是随着岛屿面积变大，我担心起安全问题来了。万一哪天有人登上了岛，自己还没发现该怎么办？这还真是头疼。万一上来的是危险人物，可是有些麻烦啊。姐，你个老六，你求我，我可以帮你巡查啊。现在这个岛2000平米，等你走完，狗腿都累断你的。那算了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，我还是去网鱼合适。我就知道你不靠谱，干好你的网鱼就可以。放心老板，这是我擅长，饭熟了记得教我就行。我点开公共频道，希望获取点信息。这一个制造图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看完他们聊天后，果断的用水50升和食物50千克换下了这张制作图，还幸运的触发了双倍奖励。于是我在公寓两旁的空地上各建造了一个厂房。厂房可以当做加工房，也可以当做大型的仓库，占地为50平方。一个厂房用来当物资仓，另外一个用来作为加工厂房。于是我把造纸机、皮革机、压榨机等机器全部都搬了进去。折腾完这些之后，我进行了系统签到，获得了4头 S 级奶牛和 S 级牧草种子。真好啊，很快就有牛奶喝了。我种下牧草，建造了牛棚，放进奶牛，用昨天的麦秸秆先让奶牛垫垫肚子。不过我很快发现一个问题，奶牛是有了，可是自己不会取奶啊。老六主人，要不让我试试？我看过前主人给牛取过奶，这又大又白的，手感应该不错。看你这狗脸的猥琐呀，赶紧给我滚！滚就滚，老子不稀罕。我这捞上来磁铁2块，我交易给你吧。这个不着急，元老，我想问一下奶牛取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？我从物资箱内从来没有开出过活物啊！给奶牛挤奶前要清洗好双手，并做适当的按摩，检查奶牛有无发炎，然后才开始挤奶。最常用的方法为全握法。好的，我明白了，我先去试试看。我做了一个小木桶，走向牛棚，按照元老教的步骤开始做了起来，还真的顺利的取出了牛奶。我紧接着煮了一大锅牛奶，迫不及待的喝了一口。随着牛奶进肚，一股热流往4肢百骸流去，比喝 A 级纯净水还要舒爽。我一口气就喝了1斤，真爽。你个老六又偷吃，你狗爷我从小就缺钙，长大了还缺爱，还不给我牛奶补下钙啊？行吧，别逼逼了，不是留了这么多给你吗？不喝我就喂给鸡吃了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喝完真爽啊，腰也不疼了，腿也不酸了。喝完牛奶的我突然感到一阵困意袭来，而且身体还有些发烫。好了旺财，晚上收好夜，我去睡觉了。我满意的躺在了床上，迷糊中便睡了过去。第二天我是被鸡叫醒的，我赶到鸡舍，看到一只大公鸡正在打鸣，母鸡也咯咯的叫着，不一会便下了好几个蛋。太好了，这下牛奶和鸡蛋都有了，再把收获的麦子磨成粉，面包也就有了。当我走到岸边，看着堆积成小山的海鱼，瞬间有些呆滞了。以往每晚收获70-80条，升级后的岛屿至少也有560条，这么多自己也吃不完，市场上估计也很难消化掉，看来需要挖个鱼塘养起来。是啊，太多了，根本就吃不完。说干就干吧，旺财，拿工具去挖鱼塘。怎么又是我？
你个老六，我就知道你只知道欺负狗。荒岛求生第15天，随着考验的升级，天气也越来越热，不少人因出汗盐分丢失，导致没有力气捕获物资，只能等着被无情淘汰掉。昨天挖沟堆的土也变高了，并且上面还出现了小草。哈哈哈，这下确定了，人工真的可以干预演化。早上起来就看见多了一片树林，里面竟然还有小兔子。这只红烧吃还是烤着吃？对，你就知道吃。小兔兔这么可爱，你也忍心吃吗？竟然演化出了小动物，看来我低估了演化的速度，恐怕不只有小兔子这么简单。你个老六，又发什么呆？不行我就放生了。这玩还放什么？等下烤着吃吧。麻辣兔腿我最爱吃。早说不就完了？我去把兔子处理下。哎，可惜只有海盐辣椒粉2种调料，要是有孜然就好了。你这是凡尔赛粉塞啊！别人都在饿肚子，你竟然还想要调味料？就你话多，去掰点玉米过来煮。烤好了我叫你。行，你是老板，苦活累活我来干，记得别偷吃啊！不久，烤兔就冒出阵阵香气。我撒上海盐和辣椒粉，把烤兔分成了5份，配上煮好的玉米，给袁农、江云天、苏婉都各自发去了1份。哇，香甜软糯，太好吃了！吃着吃着，苏婉的眼泪就流了下来。不过这是幸福的眼泪。这竟然是玉米，还有烤兔肉。陆毅这小子也太能了，没有想到我还能吃上玉米。这玉米太香了，特别适合我孩子吃，真不知道怎么报答陆毅啊！哎，现在也只有多捕捞点物资给他了。今日签到成功，获得小型雷达探测仪双 S 级，可探测出半径为32公里内任何物品的详细情况。真是神器啊！这样一旦有人来，我就不会毫无觉察了。安装好雷达后，我看着雷达扫描图，32公里内都没任何岛屿。其他人到底都在什么位置？全世界这么多人，每人一个岛屿，那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？我一时也找不到答案，只能先继续发展岛屿了。太阳越来越烈，脸上的汗都快成流水了。此时公共频道也热闹起来，我看着他们的吐槽，物竞天择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我给苏婉几人发去几升淡盐水，紧接着上架了20组淡盐开水，换取一些稀有物资。折腾完这些之后，我来到苹果树下，苹果已经成熟了，但是一棵树上却只有几个。难道一棵树就结这几个苹果吗？带着这个疑问，我再次咨询了元老。很简单，因为没有人或者生物授粉，靠着自然界的风，能结几个就很不错了。听到这里，我恍然大悟，看来以后要自己去传粉，这就有点麻烦了啊！要是树林演化一些蜜蜂什么的，这样就方便多了。此时公共频道又弹出一条消息：地灵势力将开启海上事业，面向所有人收购船类制造图，价格绝对会让你满意。其余人看到这个消息之后，纷纷议论了起来。看来造了木船，应该就不怕岛屿被淹没了。但是船的制造图好像很难开出来啊！哎，就是有图，也不知道要多少物资才可以造出来呢。整个公共频道闹哄哄的，我没有继续关注。看着我拥有的中型帆船，我陷入了沉思。还是安心在岛上发展吧，一直在海上漂容易晕船，除非有小姐姐跟我一起。此时渔网捕捞到物资的声音传来，不出意外的意外，结果还是开了一堆海鱼。我照旧把海鱼上架，换取我需要的物资。这小子又上架了大量的海鱼，难道他是出海打捞的吗？看来造船这件事要抓紧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看看能拉拢他过来不？这位兄弟，这个世界太过凶险，加入地灵一起抱团取暖吧。用屁股想都知道，地灵想要我的东西，靠榨取大家的物资发展，这人还真不要脸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对你们不感兴趣。回完后，我直接拉黑了地灵，免得看了心烦。我靠，竟然把我拉黑了！先等我造出船，我高低要看看它长什么样。荒岛求生第16天，天气温度上升到38度，别人没水喝都快渴死了，而我奢侈的用凉白开泡澡。树林中演化了小动物，有蜜蜂，甚至还有蛇和野狼，这样岛上的安保升级也迫在眉睫了。你个老六，赶紧起来！你狗油我都快热化了，给我泡回凉快下。哥，别说我老欺负狗，这次你这个安保系统，我可有点麻烦了。算你识相，我这天天为你操碎了心，你要对我好点。此时的公共频道中，讨论依然热烈。这么热的天，啥时候是个头啊？幸好有大佬交换水给我们，才不至于被渴死。哎，真想念冬天呢，这热的完全没有任何办法。楼上的，真是冬天的话，估计能冻死一大片。水啊，别这么乌鸦嘴啊！我看着他们的吐槽，知道了他们依然很缺水，而且昨天挂上去的水已经被交易空了。我想起苏婉他们几个，此时应该也热得不行了。我直接给他们一人交易过去了1盆凉白开，请他们泡澡降温。哇哦，这感觉太美了！陆毅，我要给你我的全部，请你不要拒绝我。作孽啊，心飞扬，透心凉啊！老夫这辈子值了，陆毅这大腿必须要抱紧啊！孩子啊，以后长大了，记得要报答你陆毅叔叔，这人情你爹怕是还不完了。爹爹，什么是报答呀？好吃吗？傻孩子，这不是吃的，
算了，等你长大就知道了。今日签到成功，获得设备智能灌溉机器人3S 级，全自动，智能化识别植物具体状态，适时适量的给农作物进行灌溉，并且还可以担任安保工作。又出3S 级别的设备了，系统你果然是懂我的。您好，主人，我是灌溉机器人园丁，请问现在开始工作吗？不着急。对了，你能识别出植物等级吗？回主人，识别植物等级是我的基本技能，我会根据您的水资源进行统筹规划，给各种植株浇水。厉害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以后叫我一哥。是，一哥。园丁去工作了。机器人开始忙碌了起来，我不由得感叹，还是机械化方便，再也不用操心浇水的事了。闲了下来的我带着连弩叫上旺财，决定去树林里看看到底演化出了多少物种。不是我吓唬你，这树林里面有辣条，你确定要进去吗？有蛇怕什么？我的连弩不是吃素的。我靠，还真有蛇啊！这也太危险了。旺财，你在前面开路。就知道你专坑狗，还好我不怕，辣条就是我的小零食。老六有秃子，快出手抓啊！别慌，看我神射手出马。大意了，大意了！我预判兔子会闪开，结果他刚才没有躲。哎，别解释了，还是看我的吧。不错不错，晚上奖励你个兔腿。说话要算话啊，你个老六！我要最肥最大的那条腿。走吧，回去烤兔子吃了，骗狗我就不是人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我顺便摘了点生菜，却意外发现小山旁边长了一堆颜色鲜艳的蘑菇，于是我和旺财又去摘了一些回来。回来后一人一狗便开始架柴烧火，煮了一大锅蘑菇兔肉汤。哇哇，这味道绝了，太鲜美了，简直是人间美味啊！你个老六，搞快点，饿死狗了都！急什么？赶着去投胎啊！我给苏婉他们都分点。我分别给苏婉、袁农、江云飞都交易了一大碗，随后就大快朵颐起来，直到吃的汤都不剩。旺财，我怎么感觉肚子好疼？你个老六，吃那么急干嘛？肯定是撑着了。我的乖乖，我肚子好像也疼了。不行了，我憋不住了，我得去趟老八快乐屋。你个老六，你忍忍，让我先上。随后这个夜晚将是我最痛的一夜，我发誓再也不吃蘑菇了。荒岛求生第17天，我现在拥有了灌溉机器人和自来水制造机器，食物也很充足，但是天气依然很热，而且目前还没有电力，我只好期望系统签到能给我欧皇点。热死了，热死狗了，真想跳下海洗个澡。慌你慌张没个狗呀！要是你家小花移情别恋了，你应该就凉快了。你个老六瞎说什么？我和小花有过山盟海誓，感情就像钢铁一样硬，你凉了我都还没凉呢。呵，还钢铁一样硬？你能出岛去找他吗？恐怕此刻你的小花正躺别家狗怀里撒娇呢。快别说了，你个老六，就你喜欢欺负狗，狗才信你。陆毅，风力发电机制造图你要吗？要啊，当然要。我发现你真是我的福星啊，缺什么你就给我送来了。说什么呢？我的就是你的，可惜我过不去你那，一个人真的好孤单呀。放心吧，等我实力够了，就去接你们过来。那就等你的好消息。挂掉电话，我交易过来制作图，看了一眼需要的物资，木头成90，铁成50，铜成30，紫铁成30，这些东西都不缺，开始制造吧。随着岛杯的成功提示，岛屿后方的山坡上出现了一个高大的风车，随着风车的转动，我立马走进了房子，开启升级公寓送的空调，一股冷风瞬间刮来。别人来这是渡劫，我来这是度假啊！哎，就是有点孤单寂寞。哇哦哇哦，这里面好凉快，我就待在这了，睡觉我也不好使。看把你能耐的，吃饭的时候有种别出来。不出就不出，饿1-2顿大油我不怕，大不了我吃这辣条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吧？刚造出小船出海就没了？是真的，老大，一个帮众划船出海，结果碰见了海兽袭击，连人带船都没有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密切关注其他人，有什么消息再告诉我。看来海上之路也不太平了，必须要一定的武器装备，要不容易嘎在海里。此时才是上午10点，阳光却异常的强烈。我在客厅吃着西瓜，看着公共频道吐槽，怎么感觉今天更热了？这真会死人的。才10点钟就根本没办法捕捞物资了，我的裤子全部都湿了，跟尿裤子了一样。大佬再放点白开水出来，便宜点我扛不住。加入D0吧，内部有便宜的纯净水可以交换。我看着评论吐槽，实在是有点于心不忍。好在此刻的我有了电，根本就不缺水，于是我直接上架了5000组水，而且还把价格降低了1倍。同样的物资可以换到双倍水，希望可以帮到一些人。我的交易立刻便被大家发现，频道内一片感谢声。多谢大佬已交易，大佬仁慈啊，体恤我们生存不易，非常感谢。那个什么D0，你能学下大佬吗？还要加入你的势力才给交易水，简直就是趁火打劫。竟然敢跟我作对，祈祷你活着，否则让我找到你，就让你知道花儿为啥别样红。老六，
快跟我走！我发现一只野兽在山坡，我好像打不过它。慌什么？等我拿弓弩。我靠，竟然是野猪，这架势应该有几百斤吧？我先上吸引火力，你趁机射它。晚上我们吃烤猪排。还好一箭命中，不过还是得小心了，下次要是其他猛兽就麻烦了。得亏我拖住它，要不这美味就跑了。行了，算你头功，拖回去开吃吧。回来后，我给鸡舍牛棚都添加了食物和水，然后就开始做起了大餐。分割出的猪的肥油，准备留着炒青菜类，而瘦肉则分割成块，配上西红柿辣椒，煎烤成了美味猪排。随后便给苏婉几人都各自交易了一份，几人几乎同时发来了信息：你又进树林打猎了，没有受伤吧？野猪很凶的，你没有事吧？下次还是不要冒险了，我们吃鱼也可以。小易啊，下次别冲动了，我这把老骨头还要靠你呢。不过这肉是真香啊！大家放心吧，我有制造出武器和旺财配合捕猎，基本没有危险。行吧，反正记得要小心。哎，这肉太香了，我先开动了。透过他们的言语，我感受到了浓浓的关心，这种感觉真的挺好。随后我也开始大快朵颐起来。荒岛求生第18天，太阳依然毒辣火热，狗子扛着酷热在捞物资箱，而我今天开箱时，除了大量的海鱼，还开出来了羽绒服。这大热天的，给我羽绒服是几个意思？这是让我孵小鸡用吗？就是，狗都快热死了。老六，我们进屋吹空调吧。吹空调？你想多了吧？你的活干完了吗？那几头牛你喂了没有？你个老六渣渣，我就不能休息下再干嘛？没见过这么欺负狗的。不行了，我要罢工！我要吃冰镇西瓜，我要吹空调！起来，怕了你了！有没有个狗样了？干嘛活？冰镇西瓜加大鸡腿，麻溜去干活。这还差不多，那我干活去了。我打开公共频道，此时也是一片吐槽。我竟开出这个羽绒被，这是闹哪样？我也开出了保暖内衣，我都想光膀子了，还给我这个，我他妈的是男手宝，我喵的真服了，你们知足。我就开了一条小鱼，这是想饿死我。与此同时，苏婉几人也私聊了我，他们每个人都开出了至少一件御寒的东西，这已经不是偶然的概率事件了。难道规则是要有变故吗？我再次点开了公共频道，我看着屏幕上的讨论，或许真像他们讲的那样，那就必须得保存好物资了。然后给苏婉他们发去了信息，交代保暖用的衣物或者物品都保存好，趁天气没有变了，我得多做些准备了，继续收购一波种子，多种点粮食放仓库。于是我上架了100组食物，换取各类的种子。又是他，这次竟然换种子，恐怕别人还不知道，这个世界的种子种下后很快就能成长。哼，我偏不让他如愿。我是地灵，我侥幸获得了土壤和种子，发现生长周期非常之短，所以大家要保留种子，绝对是重要的食物来源。随后公共频道就沸腾了，外部的大佬收集这么多种子还给高价。是啊，那大佬也太无耻了，不告诉我们这个消息，大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他妈的有1万种子，不知道大佬要不要。一时间众人开始口吐芬芳，我没有理会那些人，等他们扛不住的时候，还有人会将种子卖出来的。外面热浪阵阵袭来，我立刻躲回到公寓，吹着冷空调，查看雷达探测仪。突然一个红点从雷达扫描的边界出现了，难道有人来到我这边了吗？随着界面放大，发现那竟然是一个中型的帆船，船上还有不少人，他们穿着兽皮，头上还插着羽毛，服饰非常的奇怪。难道是这里的土著吗？如果真是这的土著，那还有些麻烦，这该怎么办？而这时显示屏上红点却消失了，我震惊地看着这一切，看来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了。我给苏婉3人发了信息，你们看到过大船吗？没有看到呢，我周围只有物资箱，海洋上空荡荡的，你不是看花眼了吧？没有看到过啊，别说船了，天气热成这样，海鸟都没有见过了。什么？你也看到大船了？我之前也看到过，也是瞬间消失了，我还以为是幻觉呢。如果这真有土著，想要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所以最好是能抱团。我真希望你们几人都能尽快的来我的岛上。明白，一旦确定你的位置，我会尽快与你会合。这才刚刚吃上饭，怎么又出现土著居民了？我真的好害怕啊！那也没有办法，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你说看到了大船，但是瞬间消失了，这老夫都有点搞不懂了。这我也不清楚，但我有个设想，这里发生的事情肯定有一双大手在幕后推动，不断的提高生存的难度。随着莫名的大船出现，我明白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储存够多的食物，尤其是高等级的食物和水，这样身体素质自然就要比其他人高得多，至少能媲美普通士兵的体质。我通过系统签到获得了一张设备提升卡，我把 A 级的净水器提升到了 S 级别，大大提升了净水的制造容量。此时公共频道上众人依然在吐槽天气，我看着众人的抱怨，感觉到大部分人还是缺衣少食，甚至有的人岛屿都快没了。想帮他们也有心无力啊！这世界的生存规则可真残酷。荒岛求生第19天，天气依旧炎热难受，我吹着空调吃西瓜，躲在屋里看电视。这真好看啊！西巴，
可惜没有信号，只能看电视储存的。一直傻笑什么？你个老六，能不能换个宠物频道？我要看有小花的。你懂什么狗东西？这个才好看，别唧唧歪歪的，等下我丢你出去。哎，你个老六，脾气真暴躁。那空调开小点总可以吧？整得我都快感冒了。开小点，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内心有团火啊？就这空调16度都浇不灭。你确实有些生火。昨天看你尿都焦黄的，这火不会把你烧死吧？我去你狗的！你个老六，你等着，回来嘎了你！哎呀，这天还让不让人活了，真希望能下场大雨啊，或者能去一哥哥，那就有空调了。我爹乖乖，这是要感冒了吗？还是谁在想我？这大雨下的真及时，要不那些鸡和牛都要受不了了。随后我出门查看鸡舍和牛棚有没有漏雨，并给它们添加了些草料。后方山上挖开的水沟，此时也灌满了雨水，我估计很快就能演化成淡水河，到时候水就更不缺了。种的各类蔬菜和粮食大豆，此时长势也非常的喜人。不过随着世界规则的改变，特别是上次发现的土著人，我现在缺的是各类武器来保护自己。想到这，我回到了屋子，打开了交易频道，上架白开水和鱼肉，换取武器制造图。这货在收武器制造图，难道他又提前发现了什么吗？这回我不能落后了，我也要收购这个。我点开公共频道，发现这回有人学聪明了，跟着我在收武器制造图，而且还不止1、2家在收。但是他们那有我这财大气粗，最后还是都交易给了我，因为我给的实物是最多的。我收集到了4张弓、10弧剑、1把唐刀、1把匕首。随后我便发消息问了苏婉他们，你们都会用弓箭吗？我会，我以前练过射箭。老夫可不会，不过为了能活着见到你，我开始练习剑术吧。陆毅，我有 B 级的匕首了，我就不要了。你还是拿着把云天，这也算是个远程武器。随后我把弓箭都交易给了他们。趁着雨停了下来，我来到了后山，我用电锯把成熟了的黄豆收集了起来，留下一些作为种子，其余的我打算榨大豆油。我将大豆炒熟，然后放进压榨机中压榨，获得了大豆油 A 级3000克。光吃猪油也会腻，豆饼可以用来喂鸡，是一种非常好的饲料。折腾完大豆之后，我将之前的猪肉烤上，还有摘回来的小青菜以及之前收获的土豆，穿了好多串，刷上大豆油烤了起来，很快便烤得香气四溢。旺财，你是打算不吃饭吗？不吃，本狗爷气还没顺，都给你气饱了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你吃了就是狗。我进屋去吹空调了。还别说，真有点饿了。吃了又怎样？老子本来就是狗啊！我发了一个寻找安然的消息，便躺在了床上，在空调房中慢慢进入了梦乡。什么情况？才刚停，又开始下雨。这什么鬼天气？还让不让狗活了？此时公共频道中一片欢腾，下雨了，太好了，有水喝了。不是那么热了，淋着雨真爽啊！你们别高兴，小心感冒，病了到时可没有人救。你是谁？找安然干什么？你又是谁？我找安然也跟你没关系吗？她是我的女人，你说有没有关系？这是老丈人，安叔叔，是我是陆毅。哼，原来是你这小子！当年你突然就走了，现在你还好意思找安然？你知道安然伤心了多久？安叔叔，我也不想，当年你是商业大亨，而我只是个打工的，我怕没有结果就离开了。现在您跟安然在一起了？没有，我也在不断的找他，但是没有任何消息。根据我推测，我们这个公共频道应该只是一部分人的公共频道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公司有上万人，我公共频道内找过他们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回应，所以我推测并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在一起。荒岛求生第20天，我找到了老丈人安月，但是他的情况很不好，腿被鲨鱼咬伤，已经感染发炎了。我给他交易过去 S 级的水和3S 级的卫生纸，这些高等级物品有很好的消炎和强化体质的作用。而我老丈人看到这些，眼睛瞪得又大又圆，嘴里直呼牛逼，他这条老命有救了。我筹划着想把几人接来，可惜不知道具体的方位。系统签到，今日签到成功，奖励 S 级小型定位器5台，只要拥有的人同时打开，就会在地图上显示出双方位置。是要把这个发给他们，不就可以定位了吗？看来抱团之日指日可待了。你个老六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去接他们过来啊！你以为我不想吗？还要考虑海上安全问题，你懂吗？我不懂，但我已经安排了他们的工作：苏婉喂牛，江云天捕鱼，袁农就种菜，你老丈人打猎。哟呵，那你干什么？等着吃饭吗？我这可不养闲狗啊！你个老六，有点良心吗？我这为你操碎了心，就不能让狗爷我休息下啊？行，我让你休息，你最好吃的白又胖，要不然狗肉火锅没有肉。哎，
你个老六暴躁脾气，我去喂鸡了，别说我没干活。我不再犹豫，来到岛碑前，将4个定位仪发给苏婉几人，然后开启微型定位仪。我切换到岛碑的地图界面，此时地图上出现了5个亮点，除了我自身的亮点，其余4个分布还真不近。最远的是元农，距离2000公里的东北方向，苏婉跟我在同一个方向，距离800公里左右。江云天在正南900公里，老丈人安岳则是在正西700公里左右，距离有点远啊，陆毅。而且我也没有船，我有大船，但是现在这海上太危险。我知道危险，但我更怕被土著找到。现在我就搏一搏，和你会合。好，元老，那我们就搏一搏。明天一早，你立刻出发，先开船到苏婉的位置，记住把岛碑转移到船上。如果船体受损，及时修复。需要什么材料找我。好，那我先准备准备。结束聊天之后，我交代苏婉待在岛上等元老，把另外一艘帆船交易给了江云天。安排好他们过来的事情之后，我切换到公共频道，我看着他们的评论，物资突然的增多，看起来似乎是好事，但也有可能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。而我也收获了9个物资箱，也算是大获丰收了。我将物资箱全部都打开了，除了一些基础的物资，竟然收获了15块基石，还有一件保暖内衣，一个木屋制造图。难道是下周规则又要变？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！此时的公共频道上，气氛一片祥和。随着一人提醒的考验升级，很多人感觉再多的收获也不香了。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要搞什么。我摇了摇头，回到房间，半躺在床上，等待着岛碑的提示。在无比压抑的气氛中，时间来到了半夜12点。恭喜你们活过了第2轮考验，你们不用担心天气的问题。接下来1周天气还算可以，另外你们会迎来一些新朋友，祝你们好运。一夜无话，隔天我被岛碑的警告声吵醒了。提示：岛屿正在遭受攻击，请立马赶走攻击者。我抓起唐刀，然后拿了一支长铁枪，带着狗子往外面冲去。来到公寓后方的位置，发现一条长长的鱼类正在不断的攻击着岛屿的基石。一个真正的蛮 C 级裸背电蛮科，输出电压可达300到800伏，放电最强的淡水鱼类，有水中高压线支撑。这淡水鱼类为什么在海洋里？但是现在不是纠结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直接用长枪往水里扎去。只见那电蛮身形一扭，竟然躲过了长枪，然后就继续攻击基石。这是什么仇什么怨啊？完全无视我，只顾攻击基石。老六你闪开，让我来网住他，晚上吃鳗鱼饭。渔网直接撒了出去，正中那电鳗。随着渔网的收缩，电鳗被拉上了岸，身上立刻出现了电弧。这不会把全自动渔网搞坏了吧？我立刻抽出腰间的唐刀，准确的刺中无法闪躲的电鳗。瞬间一股电流传到我右手上，整个人都麻痹了。但是唐刀没有让我失望，直接将那电鳗刺断成2半。这电鳗又肥又大，应该很好吃。走老六，快点用它做饭吃。此时岛碑再次提示：岛屿的基石正在遭受攻击，请立刻前往清理。我靠，还来啊！难道这就是更多的考验吗？这次遭受攻击的基石处于岛屿的正北面，一只八爪鱼正缠绕在一块基石上。我没有任何犹豫，手中的铁枪急速刺出，这次直接刺进了八爪鱼的身体。我轻松地将它挑出海面，丢到了岸上，还来不及处理八爪鱼，江云天发来了消息：陆毅，我的船被海龟重击，需要物料木板长21，铜乘5，铁乘3修复。我将江云天需要的物资交易过去后，便开始担心起苏婉几人来。我估计他们的岛屿应该也在遭受攻击吧，还有元老的船，不知道有没有问题。荒岛求生第21天，随着第3周的考验升级，大家的岛屿都遭受了攻击，幸好武器充足，解决了危机。袁农正开着船接苏婉，预计明天就可以到他岛上。江云天则在晚上10点就能到达我的岛屿上。老丈人安岳找到了安然，通过定位仪发现离我3000公里远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这周大家都将集合在一起了。哎，你们是团圆了，我的空虚寂寞谁人知啊？里面的人赶紧滚出来，再不出来我不客气了。爸爸，我是安然，女儿可能没机会见你了，但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然然，是你吗？我是爸爸，怎么办？他一定是遇到危险。陆毅，然然发信息了，但是他好像遇到了麻烦，联系不上吗？对的，就留下了一句话，然后就联系不上了。原来是个美女啊！马德，哼，老娘还没有喂饱你吗？不是这意思，洋洋，我有你一个就足够了。真的是你，洪孝阳，前公司的冰山美人，怎么样？很意外吧？你们认识了？那太好了，我们3人合伙吧，一起过，总有一天会拿下眼前这个美女。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就可以活下去。你没得选择，别逼我们动手，后果你懂的。对方2个人，自己根本就没机会，不如……好，我同意，我去收拾下东西，就跟你们上船。回到帐篷的安然发现有人发来一个交易，看到留言是陆毅，安然瞬间同意交易。快点收拾，别耍花样！你和谁在聊天？然然同意交易了，你放心，定位仪我发他了。那你赶紧看看他在哪。
现在看不了，他没有打开。哎，真担心他有事。安董，你肯定不认识我这个小小的员工了。不过你女儿在我手上，给你3分钟，交易给我2升水和2000克食物。不行，我爸根本没多的水和食物，都给你了，他怎么办？这个我不关心，这个世界还管得了这么多吗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狠毒！别废话了，赶紧收拾，准备走了。此时离我东面大约3000公里外，定位仪上的一个亮点出现了，找到你了，安然。不过位置这么远，按照目前中型帆船的速度，得7天才能过去。今日签到成功，获得奖励：小型多功能游艇3S 级，通体宇宙合金打造，最高速度600公里每小时。系统还是你懂我啊，这样我3个小时就可以找到安然了。真是个老废物，这么点东西磨叽半天。安然，你记住了，每天叫你爸交易物资过来，说不定你能多活一段时间。你真卑鄙无耻！洋洋，管他干嘛？上了我们的船就由不得他了。老娘要休息了，安然，你就在船头捞海面上的物资吧。猥琐，你还不死进来伺候老娘？没用的东西，今天你滚一边睡觉去。这不是没吃饭吗？下次一定让你满意。好像越来越冷了。陆毅，爸爸，我好想你们啊！这天气真是要降温啊！不行，我要尽快救安然回来。随后我便交代苏婉几人，说我要去救安然，让他们在海上小心航行，旺财则留岛上看家。你个老六，早去早回啊！我做好饭等你回来。我是游艇机器助手小游，主人，请设置目的地，就按定位仪上的位置，开足马力走吧。明白，主人，请系好安全带，自动航行开启。你听好了，今天必须捞3个物资箱，不然没饭吃。我知道了，别问我爸要就行，我努力打捞箱子。家境好又如何？在这个世界，还不是要听我的话？什么东西撞船了？我哪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赶紧都拿起武器。是鲨鱼，正朝着我们过来。完了，这回真完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不好意思，你下去帮我们拖延下时间。猥琐，立刻划船，快点走！不，你们不能这样。爸妈，陆毅，再见了。安然，你别动，我用网打捞你上了。陆毅，真的是你吗？刚才那是游艇吗？废话，不是游艇是什么？这头鲨鱼太凶猛，赶紧走吧，我们还把安然推下船，那人很可能来接安然的。不是我们，是你把安然推下海的。哼，你这个女人想要嫁祸我，做梦吧！你就不能成全我，最后为我做点事吧？成全你，马德，我杀了你！陆毅，这里竟然有空调。当然，游艇不但有空调，还能洗热水澡呢。你快去洗下，不然会感冒的。很快安然便洗好了，出来看到桌子上的饭菜，一盘西红柿炒鸡蛋，一盘黄瓜，一碗鱼汤，瞬间又惊呆了。这都是真的吗？有鸡蛋、鱼肉，还有蔬菜，我都不记得多久没吃过了。你尝尝看是不是真的，先凑合着吃点吧，吃完我们找他们算账。安然点了点头，顾不得什么淑女形象，风卷残云的将食物全部吃完。等下别打了，游艇开回来了，说不定要带我们一起坐游艇呢。刚才是谁把安然推进了海里？自己站出来吧。是他，我只是一个女孩子，怎么可能这么狠心？就是你推我下水的。你是自己跳下去，还是我推你下去？不，真不是我，你肯定是看错了。当时情况是……猥琐，你个渣男，我死都不会放过你。哼，狗咬狗。这位大哥，我帮您处理那个女人了，让我做您身边最忠诚的狗吧。不需要，我家有旺财就够了。你认为我会饶了你吗？小友，直接撞飞这木船。收到，主人，启动撞击模式，请系好安全带。荒岛求生第22天，就在顺利接回安然后，江云天已经提前到了岛上。袁农苏婉在海上遭遇袭击，好在我物资足够多，修补了好几次船体，也顺利的来到了岛上。而老丈人安月伤刚好，我就匆忙驾驶着游艇，也顺利的接了回来。以后大家都住在一起了，在这就随便点，当成自己家一样。对，就当自己家一样。本狗也不才，是这里的管家，你可以叫我狗哥。这狗子绿油油的，怎么还会说话呢？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哎，你这老头懂啥？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必须头上带点绿，这叫潮流，懂不懂？旺财，你给我闭嘴！这是我老丈人，再乱说晚上罚你没饭吃。你个老六，过河就拆桥，狗爷我懒得理你，我找小姐姐去。2位小姐姐，走，狗爷带你们参观去。好呀，狗哥，陆毅，你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下吧。随后在众人的提议下，我带着他们参观起岛屿来。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公寓，田地上种着各种瓜果蔬菜，牛棚内4只奶牛和昆舍，特别是后山空地上演化出来的树林和河流，河流里面甚至还有小鱼，都让他们感觉到不可思议。陆毅，你这是怎么发展的？我还以为你也住的是帐篷呢。陆毅，
你个小骗子，原来你是个土豪啊！就现在这些东西，就是放在之前的世界，也算是一个地主富豪了。哈哈，安然的眼光真不错，以后我就放心了。爸爸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么多的人。好了好了，这些我以后跟你们解释。我想大家都饿了，现在就做饭吃吧。你个老六，早等你说这句话了。2个小姐姐，今天的鸡腿我给你们吃。旺财，你去后山抓几只兔子来，做饭就交给苏婉和安然，其他你就别管了，别老说我欺负狗。得了你个老六，算你说了句人话，我这就去。随后安然和苏婉两人开始忙着摘菜做饭，到鸡舍捡鸡蛋，到牛棚里面挤牛奶。当看到我冷藏库里满满的各类物资时，两人再次惊掉了下巴。我带着袁农等人来到岸边，当看着10几个物资箱时，几人当场就石化了。这是一晚上捞的吗？我一天都捞不到一个啊！这也不是我的功劳，主要是有这个自动渔网，它能自动巡航捕捞，这就解释得通了，为啥陆毅发展的这么快。这才冰山一角呢。不过系统的事情还是先保密吧。随着饭菜的香味飘来，我随即招呼大家吃饭。看着丰富无比的食物，袁农激动的语无伦次。这简直太好看了！爷爷，不对，是太好吃了。对，俊说的对，爷爷激动说错了。袁老，这些饭菜都没等级，算是普通，以后天天有，大家开动吧。随着大家的狼吞虎咽，不大一会就全部吃光了。苏婉安然还备了饭后水果 ，A 级的苹果和 B 级的西瓜。随后我更是给每人倒了1小杯的 S 级纯净水。这 S 级的水现在产量不高，我尽量让大家喝上，提高身体素质。往后还有很多未知的风险，在等着大家。不行啊，小陆，这水太珍贵了，还是留给你们年轻人喝吧。袁老说的对，这水我用过，很珍贵。当时不是这 S 级的水智商，恐怕我就见不到你们了。大家不要推辞了 ，S 级的水不多，但是200开可以无限喝，所以不用担心水不够喝。这感觉，我感觉我又行了。哪里？吃饱喝足后，我给几人都分了工。袁老是农业方面专家，就负责农业种植方面；江云天是雇佣兵出身，就负责安全方面，还有处理海洋生物对岛屿基石的攻击。老丈人安岳以前是集团老总，由他负责生产组织规划，自然是得心应手。安然和苏婉他们都算是后勤人员，日常协助处理事情，还有负责做饭，而我负责整体发展方向以及外部消息的打探。陆毅叔叔，我呢？俊君要干什么呢？差点忘了俊君，你现在要学习就好，你可以自由选择。好的，陆毅叔叔。对了，安然，你去卧室拿被子过来，今晚都在公寓里凑合下，大家打地铺。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。随后几人都按安排去熟悉自己的工作了。我打开公共频道，里面却比平常热闹了许多。玄武堂主已经陨落，陆毅、安然，你们已经上了地灵黑名单，将来见到你们，我地灵帮会必杀之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地灵势力堂主被杀了，这人有点猛啊，连地灵势力的人都敢杀。如果欺负到我头上了，有何不敢？总不能任由对方宰割吧？说不定还是地灵玄武自己先招惹的别人。原来我救安然被逼着跳海的人是地灵的玄武堂主，怪不得地灵这么生气。不过那又怎样？地灵来了，我也照样干他。荒岛求生第23天，炎热的天气突然变冷，公共频道里面一片哀嚎。我看着他们的评论，天变冷是在意料之中的，极端天气变化恐怕也是考验的一部分。陆毅，这大海真的会被冻上吗？我不知道，但真有可能出现大海被冻上的情况。现在走一步算一步吧。该说不说的，这天气得冻死狗了，得找个暖被窝的才好。小姐姐别走，我想问下你晚上睡觉冷不冷？怎么了，狗哥？我睡觉不冷啊。就是说你狗哥我怕冷，晚上能不能一起睡啊？你这人小鬼大的，我没意见呀。不过你得问陆毅同意不同意了。那还是算了吧。那个老六就知道欺负狗，我自己想办法。陆毅这小子也太生猛了，这是武松打虎啊！可不是嘛，谁叫他是我女婿？江云天，你没事吧？老虎是从哪来的？我没事，我就在树林边巡逻，这老虎就猛地跳出来追我，我想应该是树林里来的吧。没事就好，下次带上旺财吧，他的狗鼻子灵，能提前知道危险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不过陆毅，你这武力值也太狠了，这500斤的老虎在你手里就像一只大猫啊！这都是高等级食物的作用。我现在的身体相当于特种兵素质，以后你也多吃点 S 级食物。走吧，回去拿它做大餐。安然、苏婉，你们处理一下老虎，注意不要损坏了皮毛。厂房里有皮革机，可以做一件保暖的皮革大衣。老六主人，我插个嘴，这能先给我做件大衣不？这都快冻死狗了。行了，刚好我们的衣服你也穿不了，工作干好少不了你的。算你有点良心。还有那个虎鞭什么的，你不需要的话。滚！
再啰嗦先割了你的辫子。哎，不给就算了，你个老六，狗爷我自己去抓，应该多吃几根辣条，效果也一样。陆毅，那剩下的肉该怎么处理？那还能怎么处理？烤着吃，煮着吃，最好就是炖汤喝，肉烂汤鲜。行了，就按元老说的做吧，这可是 B 级的虎肉，大家多吃点。警告：西南方有生物正在攻击基石，请注意立刻驱赶。演化的太快了，有点跟不上啊。江哥，麻烦你去处理一下。好的，陆毅，旺财，走吧，开工。警告：东北方发现生物攻击基石，请立刻清理。这日子真不太平啊，生物攻击越来越频繁了。没事，安叔叔，剩下的我来。我随即赶到岸边，不过还好，这2处都是普通的低级鱼类，很快都轻松的解决了。解决之后，安然他们饭也做好了，我招呼大家吃完饭，开了个会议研究此次事件。因为以往从没出现过2个海洋生物同时进攻的情况，难道是因为我岛上来人了？以这个世界的尿性，肯定不会让一个岛屿这么简单的发展起来。是啊，感觉我们被这个世界针对了。或许这个世界规则就是这样，岛屿上人越多，受到的攻击也会越多越频繁。现在我们有6个大人，那岂不是要面对28次生物攻击？如果不算上俊俊，也应该有24次。只能密切的观察了，希望海洋生物等级不要太高。陆毅，最近收获的海鱼也多了很多，至少得4000条以上。我和安然想腌制一些晾干，这样不容易坏。行，鱼就按你们说的办，除了上架换取物资的量之外，我们自己也要储存一些。明白。陆毅，我需要大量的塑料。要这个干什么？做塑料薄膜盖蔬菜大棚，这样就可以多种几季农作物了。每块地需要100平方米的塑料薄膜。行，我去看制作需要的物资，尽快给你安排上，大家各自工作吧。我回到岛碑前，切换到制造界面，找到塑料薄膜的制造，不需要制造图，但是需要大量的塑料。塑料薄膜需要塑料乘10每平方米。我看了下库存，只剩下400单位的塑料了。之前没可以去收集这个物资，只好再去收购一波了。我切换到交易大厅，额外上架了收购塑料的交易。这个陆毅每次大量收购某个物品，都会成为稀缺品，这次我必须得跟上。这个地灵没有农业专家，凑什么热闹？如果知道我只是拿来盖大棚，估计他肠子都要悔青。果然有等级的水，对大家的吸引力很大。很快，地灵上架的4000组水被大家一抢而空，我这边的交易无人问津。陆毅，敢和我斗，你还那了点，不过这还真是有点心疼。这 C 级的水我攒了足足30天啊！此时交易大厅没有换到 C 级水的人，还在叫地灵上架水，因为塑料换等级水太划算。不过地灵却没了动静，我估计他应该是没水了。我随手再发了一条消息上去，大家想知道我换塑料片是干什么的吗？请大佬指教，我手里还有不少呢。大佬还要吗？我这还有，我不要等级水。我说大水，想说就说，别卖关子了。老子现在好几千组这个，其实也没有啥大用处，我只不过是想盖个大棚，多种几季蔬菜而已。岛屿不够大的，根本就用不上啊！你个老淫币，怎么不早说？我 C 级的纯净水啊，就这么没了，换了一堆垃圾，我他妈的真想杀了他！荒岛求生第24天，随着天气逐渐变冷，加上岛上人数的增多，集体凑合打了几晚地铺后，我决定要造几所房子。于是我将2个小木屋建在小仓库的南边，一座石屋建在田地附近。不错啊，终于有房了。那个石屋给你，安月和江云天2人住小木屋吧。石屋这么大，让江云天住吧，他还带着孩子呢。也行吧，你们3个自己商量下怎么分配。陆毅，那我和苏婉呢？你们先住公寓，我在客厅睡就行。这怎么能行？没有多余的房间，我和苏婉睡客厅吧。你跟我还客气啥？你们先住，房子会有的。行，那我听你的。你个老六，又在撒狗粮，快点去救江哥，他被鱼电了。怎么回事？江哥，电，我被鱼电了，难道又是电鳗？电摇 B 级，能发电伤人，电压最高可达1000伏特。这不就是天然的发电机啊？江哥，你站远点，我网上这条鱼来。所有人手头的工作放一放，在后山挖一个坑，跟这条鱼差不多就行。众人立刻行动了起来，挖了一个大约3米直径、1米深的大坑，提了好几桶海水倒进去，接着把电窑放在了坑中，就看你有没有无线了。不会发电，只好煮你吃了。对，不发电就吃了，我家可不养咸鱼。我做了一根铜线，又包了一层塑料，最后将这根铜线一头接到超级蓄电池的输入接口。从蓄电池的输入数据上，能清楚的看到电窑发电竟然跟那风力发电机一天发的电量相当。不错，你以后就老实的发电，禁止攻击岛屿基石。陆毅，塑料收集了3000单位，还要继续收集吗？还差2000单位才够，继续收集吧。我先把3000单位塑料做成3块温室大棚，元老我们去大棚，其他人各自上岗吧。随后我将塑料做成塑料薄膜，和元老加上木质的支撑架，铺上一些干草，一个简易的温室大棚就造好了。看起来不错，我年轻时候的手艺还没有落下。
你是这方面的专家，这还不是小意思吗？元老，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天气好像又冷了不少？是啊，感觉冷了不少。我回到房间点开公共频道，上面一片热闹。此时求购羽绒服的人越来越多，甚至连基石都拿来交换了。恐怕这次考验要淘汰不少人。陆毅，上午海洋生物攻击9次了。怎么会这么多？因为我们人多，所以攻击次数也会变多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大家都去树林，看能不能找些过冬的食物。好的。我招呼大家带上唐刀和铁枪电锯，找了一处比较近的树林，开始往里面进发。你们跟在我后面，我用电锯来开路。等下，小心点，下面好像有蘑菇。这好像是香菇呢。没错，远处还有猴头菇、黑木耳呢。要不安然和苏婉在这捡蘑菇吧？行，其他人继续往前走。元老，你看那是什么果树？这好像是柿子树，完全成熟了。那我开条路，都摘下来。大棕熊避疾，食性杂，力大无穷，注意此动物非常危险。哎，你们都爬树上去，我留下帮你。元老，你上树去吧。那你们小心。刚才真的好危险啊！我这把老骨头马上就坚持不住了。元老安全了，快点下来吧。我看树上有个蜂巢，这大狗熊以为我们是偷蜜的，才攻击我们的。这树林真是危机重重。不过这熊肉也是大补啊，必须要尽快提高身体素质。江哥说的对，我们把这货抬回去，晚上吃大餐。爸，这是大狗熊啊，你们都打死了，你们人没事吧？放心，侥幸打死了它。不过下次确实要注意，下次还是尽量跑吧，万一受伤了就麻烦了。这到底是穿熊皮大衣好呢，还是虎皮大衣好？哎，好纠结啊！安然素婉，这熊和上次一样，皮毛注意保护好，肉吃不完的放冷库。好的，明白。刚才我们还发现了这个，这是皂角，有了这就可以做洗发水了。真的吗？元老，这可太好了，真怀念以前有洗发水的日子。那元老，你能做出来吗？你们把皂角都收集起来，然后捣碎放入锅中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小火慢慢熬煮，最后的精华就是洗发水了。这么简单啊？那我们现在就去收集。走吧，我陪你们去。其他人先做饭吧，吃饱才有力气干活。对，吃饱才有力气干活。我要吃红烧熊掌。荒岛求生第25天，天气依旧每天在变冷，估计很快就到0度了。昨天的皂角也熬成了洗发水，女生们迫不及待地走进了洗手间体验起来。很快苏婉就洗好了头发，好香啊，感觉比以前那些品牌的还柔顺。是的，安然你也进去洗吧，等下就要排队了。那我得赶紧尝试下。啊，你怎么进来了？快出去！怕什么都老夫老妻了，还这么害羞啊？还让不让人活了？狗粮到处乱兜。狗粮？哪有狗粮？小姐姐你藏哪了？就在卫生间，你自己进去吃。一点狗粮还藏这么严实，这是不相信狗爷我。今天高低要吃点解解馋。你们2个老六在玩什么杂技？骑大马吗？滚！哼，就知道欺负狗，狗爷不稀罕你的狗粮了，请我吃我都不吃了。背着我偷吃啊你？没有，是他要上厕所，不小心闯进去的。别解释。不过他是不是太快了点？什么快了点？你要死啊？什么快？滴滴，有陌生人请求视频聊天。你是谁？找我有事吗？大佬，我叫潘银莲，一直想认识你了。如果是想要物资没有，想找男人我不适合你。哎呀，人家什么都不要，就是想认识下大佬。好，那就再见。切，莫名其妙，我可是正人君子。他是男人吗？单身在岛上这么久，看见我竟然没反应，难道他是弯弯的？我得和帮主汇报下。这陆毅还真难对付，难道要用美男计？差点忘了今天的签到了，系统签到。滴滴触发双倍收获状态，时间持续1天，签到成功，获得奖励连体服 SS 集成6，特殊可伸缩材质做成，自动配合身材大小，自动恒温，防御力爆表，触发双倍收获，获得连体服 SS 集成12。今天你们有收获的，都让我来开盒收割。今天有块水稻要收获了，蔬菜水果也有一些，物资箱有30个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走开箱子去。随后我打开了所有的箱子，果然所有的物资都是双倍，收割的水稻也全是双倍，这让江云天下巴都惊掉了。元老更是像个孩子一样，抱着一捆稻谷一直傻乐。老六快走，菜地旁边来了几只野猪，菜都快吃光了。刚好3只小的活捉它们，养起来，看看能不能驯化。江哥拿渔网来网它。好的，我这就去拿。旺财，别过去，小心吓跑它们。知道，就你懂得多。江哥，你给我拿野猪，你去做个猪圈。好的。收
收获物资野猪乘4，触发双倍收获，收获物资野猪乘8。我靠，怎么变成8头了？不是4头吗？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太惊喜，太意外了。江哥，你叫元老过来，负责驯化他们，你继续去巡查岛屿。明白，我这就去。安然和苏婉又去树林了吗？是的，他们说趁天气还暖和，多捡点物资回来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去找他们。此时苏婉两人正在树林中捡着各类食物，我随即边走在他们前面开始捡，一会功夫我前面就堆满了大枣、猕猴桃、山杏、板栗等。跟在后面的安然也发现了异常，明明捡起来是一颗大枣，但是瞬间就变成了2个。安然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看着堆成山的物资，满心欢喜，一趟趟的往公寓内运送着食物，折腾了大半天，树林里的各种物资全部被劫掠一空，2个厂房都快放不下了。开翻了，开翻了！你们都傻笑什么？老六，把那个大猪蹄子给我。哥，今天让你吃个狗。算你有良心，早上打我的事就算了，下不为例啊！旺财，你最好忘了早上的事，要不然我就……哎，你说啥？我最近好像失忆了。狗哥，我就佩服你，下次还吃狗粮吗？狗粮在哪里啊，小姐姐？狗爷我高低要尝尝味道。行了，大家开动吧，明天还有考验等着大家呢。荒岛求生第26天，经过昨天的双倍状态，现2个仓库都爆仓了，各类水果稻谷满满的，天气已经下降了零下3度，而且还有持续下降的趋势。陆毅，你看这些食物都满了，是不是考虑交易一部分，换点其他的物资？有道理，普通水果先挂一些，随他们买不买，继续换取基石。哎，老六，大猪蹄都是我的，你可不能拿去卖了。行，都留给你，你去找俊玩吧。谢谢安大爷，就你最好了，不像某个老六经常欺负狗。陆毅，安爷爷，早饭好了，大家吃饭吧。这么大的螃蟹是谁捞起来的？清蒸海蟹 B 级，体型硕大，肉质鲜美。是我，早上发现它在攻击鸡屎，我就捞起做早餐了。哎呀，可惜啊，要是活的不知道能不能养，既然煮了就开动吧。开动吧，这蟹腿根本咬不动了。味道真不错，就是少了点醋。有 B 级食物吃，你还挑3拣4的，你就安心点吃吧，别人想吃都没有呢。也是啊，别人都在饿肚子，蟹腿最难啃，不如把这个地方卖出去。真不讲究，怎么吃饭都没人教我。我的，谁也不能抢。吃完饭后，我将小蟹腿撕了下来，然后走到岛碑前上架交易。清蒸海蟹小腿 B 级乘100克，交易基石乘4。备注：小腿肉不多，建议误拍。我勒个去，大佬补到 B 级的海蟹了，4块基石才能交易，只剩下3块基石了，大佬便宜点卖我吧。 B 级肉不多，就算是一只蚊子腿，我都不介意。虽然我备注了小腿肉不多，但还是被瞬间秒光。看来有等级的食物才是大家迫切需要的。是啊，毕竟这能提高自身实力。安然素完把老虎和熊身上不好吃的地方都整理出来，全部用来换基石。这样是不是太浪费了？这可都是 B 级别的肉呢。没事的又换回来基石，就扩大岛屿，甚至是 A 级肉也会有的。那我马上去整理。对了，有多的水果也整理一部分交易。元老继续驯化野猪，香哥去后山河里看看。好的。随后我把整理好的物资继续上架交易，随着瞬间放上来的食物，整个交易大厅停滞几秒，然后就快速成交了起来。频道中也再次热闹了起来。以后大佬是我的偶像，B 级的虎肉、熊肉都放了。大佬只杀了1头虎，没想到还干翻了1头熊，哈哈！我抢了3块虎肉，我抢了5块熊。我第一个乖乖，这陆毅是怎么办到的？这些动物难道是打捞上来的吗？大哥，这些等级肉我们也抢够点吧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行，你安排帮众分批交易，能抢多少是多少。另外继续打探陆毅的消息。知道了，大哥，我这就去安排。随着地灵势力加入抢购，很快这批物资也被抢光，还有不少人叫我上架。这些人都疯了吗？难道他们忘了海水即将要淹没岛屿1平方米？只是拉了5、6米，我就拉不动了，鱼太多了。我看这一网就不下于1000公斤，来搭把手，一起拉。就这样拉了4次网，得到了 C 级淡水鱼类423公斤，普通鱼类3865公斤。当安然和苏婉看到小山一样的鱼，就开始头痛了。这么多的鱼，得处理到什么时候呀？就是，根本就吃不完，别把小姐姐累坏了。先把 C 级的处理掉吧，我再交易一部分换基石。马上海水要侵蚀岛屿了。此时公共频道内还很多人都在抱怨，看到如此旺盛的需求，我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。果然在我挂上交易后，还是瞬间就被秒了。我让你食物多，你能奈我人多物资多吗？等下我就翻倍再卖出去。你留下一部分给内部用，剩下多的全部翻倍挂上交易。还是老大英明啊，这招都能想出来。
我看一会他得气得吐血。别废话了，这次你干得漂亮，玄武的堂口也给你管了，给我好好干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谢谢老大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这是哪个畜生，竟然干起了黄牛的生意，真是太可恶了，简直不是人！这样没有物资的人就要挨了。这也没有办法了，希望他们各自安好吧。荒岛求生第27天，天空飘起了飞扬的雪花，气温已经降到了-5度。那些缺乏御寒衣物的人都被冻得瑟瑟发抖，游走在死亡的边缘上。此时，我们所有人都躲在客厅取暖，盘点着昨天交易收获，一共获得基石28652块。如果将基石全部使用，那岛的面积将突破3万平方米。但我瞬间又冷静了下来。这面积这些人可能管不过来，并且随着面积的增大，海洋生物的攻击估计又要相应的增加，而且树林里面可能会演化出 A 级的未知动物，这将是不小的挑战。我决定和大家一起商议，是否要扩建岛屿。我认为并不需要犹豫，直接扩建就行。冤了，你怎么认为直接扩建就行？第一个3万多平方米听起来很大，但是你们想想，3万平米长宽都不到200米，我相信江云天能管理过来。这个面积我没问题。最近等级肉吃得多，我身体的素质提高了不少。第二个，海洋生物攻击变多，陆毅配合江云天应该还能应对吧？这个也没问题，海洋还能给我们提供高级等级的海鲜。对，像昨天吃的大蟹腿，我最爱吃了。最后一个担心树林的演化，虽然会演化出 N 级动物，但是风险和机遇也是并存的。高等级的食物可以提升身体素质。也是啊，而且天气变冷，猛兽就是要演化，估计也要等这个冬天过去了。总结来说，收益是大于风险的。那还等什么老六？开始扩建吧，让大蟹腿来得更猛烈些。好，扩建，将来不管发生啥事情，我们都不能停滞不前。我没有任何犹豫，来到岛碑前，将2万多块基石全部使用掉。扩建成功，小型岛屿，面积31151平方米。明天开始，我们生火去，最好围墙建起来，这是一个大工程。这个冬天我们有的忙了。明白，人太闲了也不好。我也要砌围墙，我可以帮大家搬砖。行啊，小俊俊，到时候爷爷教你。好呀，我们拉钩，骗人就是小狗。什么狗？哪里还有狗？我的积木谁人知啊？获得物资：基石乘3，铜乘4，马车制造图乘1，铁乘2，基石乘2，塑料乘4。38个箱子开出基石25块。这个马车制造图，现在也没有马。感觉温度突然下降了10来度啊！是啊，我这老寒腿都有点受不了。晚上大家都住公寓吧，里面有空调，不会冷。好的，我在猪圈牛棚带了干草，帮助他们保暖，应该是不会冻坏他们。那就好。随后众人都进了公寓闲聊，俊俊坐着看动画电影，安然和苏婉忙着做中午饭。我来到外面看了一眼，雪下的似乎更大了，外面下大雪了，明天的活动要受影响。目前大棚里面也没有收获了，幸好前2天存了不少，应该够吃了。应该也能撑过下一周。我们这7个人吃食物3个月都吃不完呢。但是吃多了肉吧，容易腻，还是需要一些蔬菜瓜果的。就你对生活的要求可真高，不过你现在有这个资本。我不挑食，要求不高，求包养求抱抱。我保养你小狗子，晚上和我一起睡，我们来抱抱。不要，我不和会尿床的人睡觉。好了，饭好了，大家吃饭吧。解决完中饭之后，我点开公共频道，看看别处是不是都下雪了。这雪越下越大了，也不知道要下多久。现在积雪有10厘米了，我担心会把我埋起来。我这边也下了，但是不大，现在才2厘米积雪，我快冻死了。谁有保暖？我用所有的物资换。看来不只是我这下雪了，其他地方也在下。滴滴，陌生人发来信息。我手上有 S 级土壤，能换点 B 级的食物，或者一件羽绒服吗？ S 级的土壤，那可是好东西啊。可以，你可以选羽绒服或者 B 级的土。要 B 级的肉吧，给我50克怎么样？可以，我还可以送你一床羽绒被。谢谢大佬，太感谢了。能开出 S 级别物品的人，运气都是非常好的。交好他感觉非常有必要。随后我进行了系统签到，签到成功，奖励大礼包1份。获得物资：建筑物升级卡乘1，家禽饲养室 S 级乘1，家畜饲养室 S 级乘1，围墙 S 级乘1。这大礼包也太给力了！建筑升级卡难道是还能将公寓再升级？建筑物升级卡可将建筑升级为下1级，可升级为精装农家别院。农家别院，这才刚过上现代生活啊！精装农家别院占地面积450平方米，5室1厅，5卫1厨，精装让您可以拎包入住，纵享田园生活。漂亮啊！等的就是你。然后我看向其他几个 S 级奖励，家禽家畜饲养室，除了可以饲养 S 级动物，而且还能增加生长速度，还超级隔音效果，不会被家禽的叫声打扰。围墙 S 级，高度是4米，有4扇自动门，需通电使用，可将2500平方米的面积围起来。还是系统你懂我，围墙这个来得及时啊，需要好好规划下了。
荒岛求生第28天，天气依然寒冷，下着雪，积雪已经快1米深了。我让大家都换上了连体衣，果然系统出品就是精品，不但自动贴身，还恒温保暖。我决定把房子周围500平米所有的树木和石头全部开采成资源，方便升级农家别院。陆毅，你不会是来真的吧？确定要砍伐掉这些树木吗？对的，江哥和旺财去对付海洋生物，其他人都参与开采，争取上午将地方清理出来。既然都决定了，那就动手吧。走吧，快点动起来！拉死狗！我要去抓大螃蟹。元老用电锯，其他人用斧头和电钻。Go！ 随后众人往附近的树林走去，遇到树就砍掉，遇到石头就采集。有电锯和电钻在，效率飞快，一上午6个小时，竟然干得差不多了。好了，基本差不多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安然素晚午饭做得丰盛点。好的。随后袁农去查看了大棚，各类蔬菜瓜果的长势，安月则是收集昨晚捕捞到的海鱼。不过不知道是否天气原因，岛屿已经扩大了10多倍，按照之前的比例，海鱼应收5万条才对，但是昨晚却只有5000多条。我回到岛碑前，在地图上看了看，确定位置清理干净没有，因为有障碍物，岛碑会提示不能摆放。小屁孩，你现在是超人了，就不可以尿床了，知道吗？你也穿了，昨天我还看你到处尿尿呢。我那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我在浇灌蔬菜和瓜果。你就是骗小孩的，你不讲卫生，我要告诉安爷爷去。哎，不要学人告状，这样不好啊！骗你我就是狗。我才不信你。哎，别走啊，有事好商量啊。江哥，上午海洋生物攻击频率高吗？还好吧，一上午才来了18次。才18次这么少吗？生物等级有没有提升？最高的还是 B 级，今天的都没抓住，全跑了。大家来吃饭吧，饭好了。吃完饭，大家各自干手里的活，晚点给你们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不如我的猪蹄实在，你个老六能有啥惊喜？别欺负狗就行。什么呀？还搞得这么神秘？先吃饭吧，等下你们就知道了。饭后，我将上午还没有清理的灌木和石头处理了，然后赶到岛碑处操作。检测到建筑升级卡，请选择升级哪栋建筑？升级单身公寓为精装农家别院。随着岛碑提示升级成功，一座现代化的园林别院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正在大棚中的袁农感觉整个大棚动了起来。正在厨房处理鱼的安然和苏婉突然发现厨房不见了，但下一瞬间他们就出现在了一个房间内。苏婉，我们这是在哪？不是又被传送了吧？不远处在收集物资箱的安月也被突然起来的房子震惊了。陆毅这个败家子，这么大的房子得要多少物资啊？随后我召集众人来到房子面前。这就是我要给你们的惊喜了，大家进去参观自己的房间吧。好呀好呀，我有点迫不及待了。我来到自己的房间，床上不但有品牌的席梦思，还多了床头柜、电视机。床头柜上摆放着一个固定电话，电视机旁边就是岛碑。最意外的是有了独立卫生间，这样就方便多了，隐私更有了保障。老子也是有房的狗了，就是缺个暖被窝的啊。你的房子也太小了，我和爸爸的房间好大呢。小屁孩，你懂什么？有的狗一辈子也买不上房，有了房就可以找婆娘了。旺财，那什么是婆娘呀？婆娘就是可以暖被窝的，那滋味别提多爽了。切，我才不稀罕呢，我有爸爸暖被窝。算了，和你也说不清，我去找小姐姐谈下心。荒岛求生第29天，温度降到了零下12度，岛屿基石也正被海水侵蚀中，侵蚀进度62.5%。升级后，园林别院共有5间房，其他房间除了小点，配套的设施都一样。旺财安排了单身公寓，安然和苏婉同住一间，元老和安月各住一间，江云天则带着俊住。现在多数人估计还是木棚，西北风一吹，可是到处漏风了。有独立卫生间的房间，这简直就是天堂了。哎，我插个嘴，老六，我那个房为啥没卫生间？昨晚起个夜床嘘嘘，差点冻死狗。我考虑再建个公共卫生间，到时就好了。还考虑什么？你个老六，抓紧给狗爷我安排。他爷爷，我告诉你，旺财昨天……小破孩，做人要讲信用啊！你昨天吃了我的鸡腿。什么事啊？小俊快点告诉爷爷。没事，我想叫旺财陪我玩。走，今天本大爷陪你玩一天。对了，陆毅，昨天捕捞的鱼特别少，只有5000条左右，应该是天冷的原因吧。走，我们去看看，其他人各自工作吧。我看到眼前的这堆鱼，顿时眼前一亮，90%以上都是 C 级海鱼，还有一小部分 B 级海鱼，只有几条是普通海鱼。这堆鱼先捞回去，让安然和苏婉处理。好，这些都是有等级的海鱼吗？对的，安叔叔，我估计天气冷，普通鱼坚持不住，只有高等级鱼还可以活动，这样也不算减产了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安排。不知道这雪要下到什么时候。我转身回到农家别院，安然拿着10套羽绒被找到我。陆毅，我通过岛碑制造了更好的鸭羽绒被，
这些是换下来的，你看怎么处理？交给我，我去换点物资吧，希望可以帮助下没有御寒装备的人。好的，那我去忙了。我来到岛碑前，在交易大厅上架了羽绒被，羽绒被乘1交易，即时乘15，或者换取高等级的土壤，有的可以找我。卧槽，大佬来了，他带着物资又来了，羽绒被都不要了吗？难道他是练了9阳真经吗？这个东西是刚需，大佬，我要换一床。如果有足够的基石和食物，这寒冷的天气不出门，不是也可以度过这周考验吗？我他妈的都换肉吃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看到众人的讨论，思考片刻后，好像还真可以这样。那食物和水才是重点啊！这样的话，必须利用自己食物充足的优势，搜刮一波物资。我立刻将自己的食物和水的价格全部提高了20%，不过却立刻引来了其他求生者的不满。我看着他们的讨论，笑着摇了摇头，因为目前没有其他人上架水和食物。虽然将价格提高了2成，但是交易还是不断。吃饭了，路易。只可惜现在没有酒，如果有酒，我们就可以小酌2杯了。等来年春暖花开日，粮食充足时，我们试着酿点酒。行啊，等到粮食足够时，我就试试酿酒。好的。另外房间的电话号码，从我卧室开始9527，一直到江哥房间9532，有事情就可以交流，就不用跑来跑去。路易，你说这个雪什么时候停呀？有的地方积雪2米深了。这个还真不清楚，等着吧。我来到岛碑前，切换到公共频道查看消息。我看着他们的聊天，应该很多人都在挨冻。频道几位算是倒霉了，房子都被雪给压塌了。想到这，我把多余的2个木屋和1个石屋都挂上了交易大厅。手上有高等级东西的可以找我，配上基石，我有木屋和石屋，房子可以。卧槽，奈何本人没文化，大佬竟然要卖房。房哥，能不能便宜点？还有多余的房子，这货真是刷新我的认知啊！那个石屋我必须拿下。你立刻私聊路易，务必拿下小木屋和石屋。好的，老大，我马上安排。我已经快被私聊烦死了，不管买不买，全是问房子户型和价格的。很快又一个人请求私聊，原来是地灵势力，昨天的黄牛恐怕就是他。大佬，我想要那个石屋，我有土壤 S 级乘2，这土壤吗？可以，但太少了。想换石屋，至少要25个单位的 S 级土壤，这也太多了，大佬。开出 S 级土太难了，这我就管不着了。你们势力这么多人，自己考虑一下吧。靠，这个貂毛这么多，不可能。但他似乎也不急着出这个石屋，这太可恶了。你想办法去凑 S 级土壤吧。目前库存有10单位，帮助手里就不知道了。那就跟他谈判吧。不行，我们多加几块基石。好的，帮主，我这就去。荒岛求生第30天，下的大雪已经停了，但是天气依旧寒冷，人们都要忍受饥饿，因为帐篷简陋不保暖，部分人被冻死在里面。这神仙般的生活啊，狗爷我这辈子值了。哼，你个小坏狗，就知道占便宜。姐，你让旺财下来，我要和他玩。小破海一边去，昨天陪你1天了，哎呦，我的老腰都累坏了。你不陪我玩，我告诉我安爷爷去。哎，我服了军哥，你才是大哥，我陪你还不行吗？大佬，这个东西要吗？红薯 S 级乘1，换你的小木屋。要是要，那一个 S 级红薯肯定不行。再加30块基石，我就给你。好，我同意。冤老，看我搞到了好东西。这是红薯，太好了，这样又多了一样粮食，而且味道也不错。这应该可以当成种子用吧？当然可以啊，不过外面这么冷，种不了。房子中间有花坛，里面有 S 级土壤，可以种那里。好的，给我吧，我现在就去培育。我回到岛碑前，此时公共频道还有很多人在请求买房，我随手回来了一条信息：不好意思各位，3个房子都已经出手了。这么快就卖完了吗？这让我想起前个世界摇号买房的感觉了，真羡慕有房的人。我在前世界买不起房，没想到来到荒岛还是买不起房。随着众人的吐槽声，时间慢慢流逝，来到了半夜12点，岛碑响了起来。恭喜你们度过第3周，请备好过冬的水和食物。新的朋友已经来临，未知的危险也已经来临。岛碑提示音落下，随后系统又提示海水侵蚀结束，侵蚀6块基石，目前剩余面积为31609平方米。果然侵蚀是按人头来算的，别人每周侵蚀1块，而我却是6块。此时公共频道已经讨论开了，看着热闹的聊天区，发现有很多新的 ID， 这应该是其他区域合并，可能往后的日子竞争会更加激烈和残酷。想到这，我决定分享树林会演化的秘密。各位，我是路易，我无偿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，对我们以后的发展非常重要。大佬要讲话了，大家都安静。还是无偿奉献，大佬的格局可以啊。楼上你们闭嘴，让大佬说话。消息就是岛屿面积越大，刷新的树木和石头就越多，而且保持一定的数量，还会演化出动物果树，甚至是有等级的猛兽。这他妈的怎么不早说？老子每次刷新都踩发光了。原来他的 B 级虎肉熊肉就是这样来的啊！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，希望大家能好好考虑。我关掉频道消息，外面就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路易，我妈找到了，她现在发烧了，还没有御寒装备，你有东西给我妈用吗？丈母娘有需要，我必须得给啊！既然找到伯母了，
找机会去接到回来。你好讨厌啊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陆毅，需要我做什么吗？不用安叔叔，我有办法。你把连体衣给伯母，还有 S 级的水治疗发烧，然后再熬一锅虎骨汤，多加点肉，一起交易过去。太好了，整整10天了，终于喝上一口热乎的了。老婆子，你怎么样了？虎骨汤喝了吗？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，你还敢再晚点找到我吗？哎，夫人别生气啊，我叫女婿来接你，这边房子可暖和了。系统听到，签到成功，获得奖励：汗血宝马3S 级乘1，力量大，速度快，耐力强。骑上它，你就是草原小王子。系统，你是不是在玩我？这是海岛，不是什么大草原。你们现在和陆毅一起吗？怎么找到他的？那臭小子在频道喊话找冉冉，正好被我看到，我才联系的他。这小伙子真不错，冉冉要抓住啊！我倒是想抓住，但他会玩失踪啊，而且这边还有一个小姐姐，用那个微型定位仪，到时候陆毅就能找到我吗？可以的吗？我们就是这样相互集合在一起的。荒岛求生第31天，王炸！天地白茫茫一片，远处的海面已经漂浮着零散的冰块了，气温来到了零下10度。丈母娘李嫣也确定了位置，距离在6000公里之外。6000公里用游艇去，一来一回就是1万多公里，要是大海完全冻结上，那就麻烦大了。现在去接不太现实了。没事，你也别太着急，物资就先交易给我老婆子，也是一样的。暂时只能这样了，我把小木船上的附属岛杯安装到客厅，这样你们就方便了。我说小祖宗，今天可以给我放假吗？不行，今天还要玩，陪我玩就给你这个吃。你就是拿这个考验狗的吗？你太低估狗爷我了，狗爷我要吃2个，不要4个。旺财，这些够了没有？够了，你成功的戳中了我的软肋。难道冬天都没停止沙溪吗？我岛屿扩大了10倍，应该有很多的空地才对。陆毅，下来吃饭了。既然上门送货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陆毅，这么冷的天，竟然还抓到东西了？他自己送上门的，估计是热的没力气了。今天中午吃板栗炖鸡。好的，给我处理吧。以前在东北的时候，冬天经常会有野鸡，但不好抓。是的，应该是天气太冷。刚刚对付了7只海豹，没能抓住，我一动手，它就直接跑了。这么冷还攻击我们的基石，这帮海洋生物还真敬业啊！昨天晚上捕捞到的海鱼更少，只有2000多条。等下我去看看，都是高等级海鱼的话，2000多条也不少了。众人的早饭是白米粥、水煮蛋、玉米，还有牛奶，全部都是 A 级的食物。安然别忘给阿姨送一份过去。知道了，我早就送了。这清汤寡水的，看着就没胃口。算了，留给你们吃吧。众人吃完早饭就继续各自的工作了。我来到岛杯前查看公共频道，评论区还是一片吐槽，因为天气天冷，都没有办法出去捕捞物资箱了。有食物的人都选择了不出去。还好那些大冰块都没有挡住这3个箱子。全部打开后，李嫣竟然开了5块基石，一张蚕丝制造图，一些白色的虫卵。这个难道是蚕卵吗？这还能有活物出现？先交易给陆毅算了。竟然是 S 级的活物，丈母娘运气也太好了吧！蚕卵可要保存好，有了蚕，我们就可以做丝绸了。明白，阿姨，我保存好，等你来了处理。你个老六，又在偷懒，你快点去帮江哥，他碰见麻烦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江哥，这攻击生物个体小，就像蚂蚁一样很难搞，一次也只能杀死几只。这里足足有好几万个。我定睛一看，这块基石旁密密麻麻布满了一种小虾。极地磷虾 A 级，种群数量众多，蛋白质含量极其丰富，营养价值极高。这又是一个高级食材啊！江哥，你去岛杯把6厘米旧渔网合成孔径更小的渔网，试试用渔网捕捞。随着小孔渔网合成，我和江哥合力来回捞了4次，才将附近的磷虾全部捞完，几乎装满了整个木盆。这小虾米炸着吃，那是一口一个嘎嘣脆啊！这恐怕得有50千克吧？我看差不多。A 级食材，好东西，我先把它们搬回去。这些磷虾吃不完，处理一些就好。根本就不够吃，一口一个嘎嘣脆，我就能吃10斤。你个小馋狗，别急，等下就给你做。对了，厨房太热，它们可能会不适应，放外面就可以。我们怕冷，这虾竟然怕热，大自然还真神奇呀！这可不是大自然的力量，应该是世界规则在背后下。汗血宝马放到了家畜饲养室，喂了它一些 S 级牧草，它似乎很满意这里的条件，高兴的在吃牧草。我想了想，回到岛杯前，将之前得到的马车图制造出了马车，然后点开公共频道查看消息。什么情况啊？为啥基石被破坏1块了？岛杯又提示受到攻击？怎么可能？之前不是破坏1块就走了？难道你的基石更香吗？神他妈香！被连续攻击第2块了，外面实在是太冷，根本出不去啊！难道攻击的规则也改动了？昨天岛杯根本没提示。正当我疑惑的时候，又有人在频道内喊了起来：救命啊！
来了一群海洋生物，根本杀不完啊！什么一群？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好像以前吃的虾一样，根本就不怕死。这样下去，很快我的岛屿就没了。你用小孔径渔网去把它捕捞起来，攻击即时的是极地磷虾、高蛋白海洋生物。我没有密的渔网，大佬借我用用，我给1块基石。可以，我立刻将渔网挂上，足2个小时1块基石。大约20分钟后，那人就将渔网还了回来。大佬太感谢你了，我分你1公斤 C 级磷虾，报答你给渔网的恩情。不用给我了，我收了基石，你留着自己吃吧。大佬真是够大气，C 级食物都不要啊！一看就知道你是新来的。大佬上周还卖了 B 级虎肉呢。我也是新来的，谁卖 B 级食物呢？该不会是傻子吧？我看着其他区域新来的人讨论，感到他们生存应该更残酷。合并后，因为我在出售水和食物，他们总感觉有些不真实。其他区应该没有像我这样一直在对外出售食物的人，所以其他区域有很多求生者渴死或饿死。荒岛求生第32天，王炸！今天气温是零下20度，海水被冻上了1米深的冰层，物资箱都在冰面之下了，没有破冰工具将很难捞取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全自动渔网的提示音，走出去看看。肯定是网到大货了，这渔网我熟得很。海水都被冻伤了，这箱子怎么拉上来啊？一边玩去吧你，以你的智商肯定解决不了。你个老六，看不起狗呢？我还懒得管了。路易用电锯试试，直接从冰上走过去，将物资箱搞过来。应该可以，我们上去试试。我接过电锯，然后沿着物资箱四周切割，随着冰屑横飞，很快我将四周都割开了。接着把物资箱从冰层中拽了出来，大约耗费了2个半小时，终于将附近的箱子全部从冰面上拉出来。我直接把眼前的38个物资箱全部打开，获得物资：基石乘45，铜乘3。石屋制造图乘1，铁乘4，乾坤锤 S 级乘1，冰川制造图乘1。出基石的概率又提高了，而且还开出个 S 级武器乾坤锤，这真让我意外啊！乾坤锤 S 级，上古神器，能够一锤定四海，执子锤可风调雨顺，百处兴旺，另外还可威慑人族。这是马情况，系统也开始不靠谱了。紧接我这看向冰川制造图，材料要的不少啊，先造出看看是什么东西。冰川凿冰工具，锋利好用，1尺厚冰层，1分钟即可搞定。这也是好东西啊，目前正好需要它，多造几把租出去，应该可以搞点了。之后我把冰川挂上租赁，冰川20分钟使用权，交易基石乘1，然后切换到了公共频道。卧槽，大海被冻上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真的吗？我都不敢出去，你真厉害，还敢出去？这也太坑爹了！物资箱竟然被冻在冰层里。各位，我在交易大厅放了3把冰船，是凿冰工具，有需要的可以租赁使用。多谢大佬，我这就去租。这路易有点牛叉啊，缺啥他就能搞到啥。给我让全帮会收冰川制造图，路易已经在赚物资了，大好机会不能错过。好的，老大，我马上就去安排。江哥，今天攻击次数是多少？36次，跟昨天一样，没有增加。应该是攻击的机制改了，今天开机时概率高了不少，开出来45块。这么多吗？这可以破解45个平方了。但是我担心攻击力度会加大，世界规则都给隐形提示了。对啊，这个世界不会那么好心的。不过你们别担心，目前还能应付过来。对，别担心，好歹我是大总管，有事我先上。不行，旺财去干活，谁陪我玩呢？哎，我的小祖宗，做人要有点大局观，懂吧？饭后我继续点开频道，查看最新的消息。我是新来的，我又碰到那结界了。我能看到结冰对面，但是我无法穿过结界走过去。操，这个疯子又来了！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个疯子跟我们一个区的，他自己就在结界旁。我没有疯，我真住在结界边上，结界阻挡了我们出去，也阻挡了外面的人进来。我相信你说的兄弟，方便的话你加我好友。终于碰见知音了。好的，大佬，我马上加你。这个世界有土著，而且还有结界，不知道那天结界打开，我们将面临未知的危险。土著，这个世界有土著？天啊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？路易，这些土著是人类吗？还是说是外星人？这个世界到底在搞什么？这样一步步折磨我们有意思吗？那些土著不会有3头6臂，或者像巨人一般吧？什么3个头？那得有多少只大猪蹄子？多来点，本大爷还没吃够。那得等见到之后才知道了。简单理解起来，我们现在就是在新手村，目前也只能这样了，还是努力发展自己吧，要不将来淘汰的是我们。荒岛求生第33天，王炸！气温降到零下30度了，众人求生难度直线增加，并且出现了大型等级猛兽，所以提升大家的身体等级成了当务之急的目标。我说小马，你从哪里来的？小破狗，请叫老子白龙马。我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，当年驮了个光头和尚去那什么老狮子精，当时我有多勇你知道吗？那是我。哎，打住，你是话痨吗？
好汉不提当年勇东部。打断别人说话不礼貌，动不动小破狗。对了，我刚才说到哪来着？我的个乖乖，得了吧，我要走了，小姐姐还等我谈心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就说那个戴帽子的老六，关我几天了，老子都快憋坏了。快放我下来，狗爷我恐高。嚯，不好意思呀。那人就是个老六，他只会欺负狗。嚯，那不如你放我出去溜达下，我帮你报仇。这大冷天的，谁在想我？哎，不管了，先签到。签到成功，获得奖励升级卡 S 级，可将 S 级以下的任何物品或生物提升至 S 级。看到这张升级卡，我陷入了沉思，是提升拇指鹰还是提升野猪，或者升级其他物品？需要升级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但是当务之急是提升自己，才能防御未知危险啊。想到这，我拿出升级卡，检测到升级卡 S 级，请选择升级目标。升级本帅逼，升级成功，路易体质提升至 S 级。果然可以提升自己，这下 S 级以下的猛兽应该可以对付了。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没刹住。没事，二弟，这老六抗造。喂，老六别装了，抓紧去救江哥。江哥又怎么了？你个老六别废话了，跟我二弟跑。江哥，你受伤了，让我来。这个家伙不简单，你小心。好的。极地黑熊 A 级，体型巨大食肉动物，嗅觉极为灵敏，注意此动物危险。正好适应下我暴涨的实力。这熊竟然会求饶，那你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。你做我的宠物，就不杀你。看来你听懂了我的意思，以后你就叫大黑吧。起来跟我走，大黑就在门口别动，晚上就在这站着。老实点啊，我狗腿子可不是吃素的。有点麻烦啊，江哥肋骨被拍断了5根，我们没有专业的医生。没事，我感觉自己能接。当雇佣兵时学过正骨。那好吧，不行千万别硬来。安然以后 S 级的事，先紧着江哥来。我知道了。那我们先出去吧，让江哥休息，着急找专业的医生，能治疗骨折的最好。大佬好，我就是医生，非常厉害的那种。我也是，全科精通，啥病我都能治。你们都吹牛吧，我是医生，但只是外科医生。一时间公共频道、私人频道全说自己是医生，看到这种情况，我有些无奈，真假没有办法辨别，估计不少人是混吃混喝的。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只有找别的办法了。云天应该是伤到了内脏，咳嗽的频率越来越高了。现在真的没好办法了，找医生也不靠谱，希望他能自己扛过去吧。江哥相信我，你绝对可以恢复好的。我信你，可可。但是万事总有一个万一，到时候麻烦你帮我照顾俊俊。江云天似乎也感觉到自己身体的不妥，有点像交代后事一般。闭嘴，俊俊需要你来照顾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先把 S 级的纯净水和椰汁都喝了，这些好东西别浪费了，我就不喝了。别废话，你们刚上岛屿的时候我就说过，你们必须听我的，快喝吧。好，我喝，不管将来怎样，你是我永远的兄弟。爸爸，你会好起来的，对吗？当然，如果爸爸将来要出去很久，你要好好听叔叔的话。那你要去做什么呢？爸爸去当大英雄，去打怪兽。那爸爸带俊俊去，我也要打怪兽。小祖宗，走了，狗爷带你去骑大马，让你爸爸休息。好了，江哥你好好休息，我一定会治好你。荒岛求生第34天，王炸！气温下降到零下60度，更多的人因寒冷冻死。同时，生物攻击规则更改，学会了连续攻击，而且数量繁多，等级高。江云天的情况严重了，恐怕都撑不到明天了。听到这话，众人不由得沉默起来。无法改变现状，这是事实。所有 S 级水都给江哥，让俊俊监督他，每隔1个小时喝200毫升。希望今天签到，系统能给我医疗物资。其实真没有必要这样。江哥，陆怡还在想办法，我们没有放弃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好，我尽量坚持。爸爸，你快点好起来，带我去打大怪兽。急需疗伤药物，必有重血。评论区虽然很热闹，但是没有人有药品，更多的只是关心和问候。这一切仿佛是个困局，如果战斗人员减少，这可不是一件好事。这下看你怎么死，药品根本就开不出来，你死了，这个区就我说了算了。今天收获了32个物资箱，希望能开出治疗药品。获得物资：基石乘3，铜乘2，木牛流马制造图乘1，塑料乘3，基石乘40。箱子估计是开不出医疗用品了。老六，江哥又吐血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我马上就去。江哥是个好人，小俊俊真可怜啊，我以后要对他好点。我可能真的坚持不住了，对不起了，陆毅。相信我，坚持到中午12点，我有办法，你别放弃。坚持住，云天会好起来的。
放缓呼吸 ，S 级水继续喝。此时我看了一眼系统的时间，11点30分，还有半个小时就能系统签到了。我回到自己房间，焦急地等待到12点整，系统签到，签到成功，获得奖励纳米医疗智能机器 3S 级，由纳米级机器人组成，可完成生物体内创伤修复、病菌清除、异形细胞清除。系统你没让我失望，江哥有救了。我快步来到江哥房间，将机器放在他的胸前，圆盘的上方投射出一个3维投影，正是江哥的身体。扫描诊断肋骨骨折、断骨刺破肺，同时肺部出血，露出到胸腔膜。赶紧手术治疗啊！我不需要知道这些东西。放心，手术已经开始，成功率100%。那就好。这是什么机器？这么强大？纳米医疗智能机器里面的机器人只有1纳米大小，1纳米的尺寸，如此精密的医疗机器人，之前世界的科技完全做不到啊！随着系统提示手术结束，江云天呼吸重新变得平稳了，脸色也正常了起来，基本上只要休养就可以了。不愧为3S 级别的机器啊，就是厉害。我回自己的岛杯前，将交易大厅上的水和食物再补充了一些。公共频道却有些冷清，今天人怎么这么少啊？哎，今天的温度零下60度，都快冻死了。这么冷下去，估计谁都坚持不住了。尿个尿都结冰，并且只能在火堆旁，稍微离远点，人能冻成冰棍。大家坚持住吧，会好起来的。我关掉公共频道，内心感叹却也没办法，因为我们有连体衣，加上房间还有空调，所以根本感觉不到冷。抓回来的黑熊，自从吃了有等级的食物后，似乎变得聪明了许多，竟然能听懂简单的指令，帮忙守卫岛屿。大黑，看见没？那边还有条鱼，给我拍死它！丢给我干嘛？你自己吃。狗爷我不喜欢吃鱼，以后你就是我3弟，明白没有？大哥，有没有衣服啥的？都快冻死妈了！我找老六去，这货真不让狗省心，我为他操碎了心啊！真是个老六，事事都要大哥操劳，哪天老子丢他到海里！不可，二弟要懂得忍耐，谁叫咱实力不如人呢？懂了，大哥，还得是你啊，想得周到，那我就暂且忍他一忍。安然，天这么冷，阿姨那边安顿好了吗？放心吧，我每天都给妈通话，物资食物每天都交易过去了，目前情况还算好。那就好，等海面解冻我就去接他。荒岛求生第35天，王炸！冰层2米后，气温零下60度。诡异的是，生物攻击停止了，整个大海一片安静。很多人开物资箱获得武器，也许是提示下周考验会升级。江云天已经完全康复，继续承担起巡查工作。获得方天画戟成1，这是吕布手中的神器吗？方天画戟，古代兵器，是一种仪射之物，较少用于实战，对使用者要求较高。原来不是吕布专属啊，回头给江哥试试吧。小祖宗，今天咱们还骑大马，你看可好？不行，要你陪我玩。哎，我的小祖宗，小姐姐找我谈心，就放1天假怎么样？来，小迫害，骑上你的马，岛上你想咋耍就咋耍。二弟，照顾好君，大哥去就回。得了，大哥，你就放心吧。那就放1天啊，下不为例。行，日后再说。今天开了3个箱子6块计时，还有一个铜斧制造图，总算有把武器了。我也是计时加一个武器制造图，我的是弓箭，我的是铜子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都开出来武器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哈哈哈！现在帮众都有武器了，真是期待和陆毅见面啊！见面就是他的死期。陆毅 S 级红薯收获了，大约900斤左右，剩下的都在温室内。破烤红薯我最爱吃了，都送到厨房开烤。红薯吃不完，最好放地窖里，这样的长时间保存。这个你决定就好。安然去烤红薯吧。约好的，我现在就去。30分钟后，一股浓郁的烤红薯香味传遍了整个岛屿。这味道真香，这老六开饭又不叫我。这 S 级的红薯好香啊，软糯香甜，无比享受。你们看我干什么？都吃啊！可是这是 S 级红薯，还是你们战斗人员吃吧。这次一共有900斤，我和江哥能吃多少？都吃吧，大家的体质都要提升起来。还是你们吃吧，我们做好后勤就可以了。听到那所有的求生者都说开出了武器图，这意味着什么？知道吗？什么？那岂不是意味着即将面对更加危险的敌人了？哎，这真是不得安生啊！没错，所以高等级食物充足的话，所有人都要吃起来，其他优先供给我和江哥就行。明白了，那大家开吃吧。陆老六，下次再不叫我吃饭，我要翻脸了。就是这个味。旺财放屁了，好臭啊！我说刚才不是我放的，大家信吗？我信你个鬼！
饭后我继续在交易大厅查看租赁情况，除了我10组羽绒服之外，也出现了其他5组租赁，交易人正是地灵青龙。地灵帮会真是会跟风啊，看来他最近获得不少物资了。老大还得是你啊，羽绒服租赁太火爆了，排队都排到后天了。哼，也不看看我是谁，继续收集御寒装备，上架交易租赁。得了，老大，我这就去收集。大佬，这个契约卡你要吗？我想换把武器。契约卡这是什么东西？普通的契约缔结卡，地级以上生物成功率减半，缔结契约成功后，该生物听从缔结者的命令。竟然还有这种东西吗？我立刻给陌生人回了一条信息，这卡我要了。你想要什么武器？是武器就行，普通武器给我加点食物就可以。那你看看这个。这是吕布用的武器吗？这太好了，大佬。不算是吧，不过是古代兵器而已。好的，交易吧，多谢大佬。交易完成，一张卡片出现在我手上，扑克牌一般大小，上面有一条条的锁链。如果和 A 级大黑缔结成功的话，就多了一个仗力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大黑，等会发生什么你别动，明白没有？系统使用缔结卡。恭喜缔结成功，获得 A 级极地飞熊。好，又多了一份自保之力了。主人，我该做什么？上次那个水还有吗？我肚子好饿啊！我靠，又来一个吃货，没点身价根本养不起啊！我的个娘嘞，3弟你会说话啊？我以为你是哑巴。我也不知道，刚才一阵光闪过，我就会说了，脑子里好像还有记忆被苏醒。好了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大哥带你去吃饭。好，主人，俺老兄先去了。既然是自己人了，去吃吧。旺财，给我省着点。知道了，就你老六屁事多。荒岛求生第36天，王炸。由于世界时间规则不一样，饲养的 S 级母牛怀孕2周半，就产下了一公一母2只小牛，几只 B 级小野猪也长大了，估计很快就能有小猪。气温依旧寒冷无比，众人在连体衣的加持下，基本不受影响，可以干活。但现在担心的是外界土著，我决定由江云天给他们特训。以后每天早上跑5公里，没特殊情况都要参加。上午各自负责自己工作，下午我教大家格斗术，大家都要执行起来。我不希望有人掉队。准备开跑动起来。这戴帽子的老六，看样子不像好人啊。对，不但欺负狗，现在连老头也不放过。我觉得很好啊，昨天给了我好多吃。大哥，我想吃蜂蜜。我说3弟，你别光想着吃，胖成球就没人要了。可是我肚子真的饿。大佬，我今天又走到结界查看，结果发现了结界软了。软了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以前结界很硬，根本推不动，现在能推得凹陷一些了。难道这是结界要破开的前兆吗？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所以向您汇报下。多谢你的消息。随后我将一些烤鱼片 C 级、小青菜呈500个交易给了孤道，让他在食物方面不用担心。说了几句话，大佬竟给了 C 级的烤鱼，还有青菜。马德，就是这个味，这大腿必须得抱紧，吃完就去查探结界。难道结界真的要破开了？但随着考验的升级，这个结界早晚都会消失，到时候作为区域第一的我，铁定要和土著碰一碰了。想到这，我又在交易大厅上架了5000组食物和水，尽量保证大部分人能吃饱，因为只有团结起来，才有最大的可能战胜土著。金龙，你马上号召所有人抢购这批便宜的物资，存储起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老大，我早就安排了，我们抢到了500组。但是帮众上交不到100组。马德，这些人是想造反吗？不服的全部踢出帮会。老大，有句话我早想说了，很多帮众不满意咱们的做法，我建议改帮会制度吧。行了，这事我会考虑。我不信斗不过路易的团队。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，解散。接下来就是学习你那套特种军用格斗术了吧？没错，我准备花3天教他们特种军用格斗术，剩下的就是实战演练了。好，你休息一下吧，我帮安叔叔开物资箱。今天一共获得基石50块，一个 B 级弓箭制造图，一个马刀制造图，一些基础物资。我将基石扩建了岛屿，所有的武器也全部制造了出来，因为要把所有人武器备齐，通过训练才能熟练使用。随后我来到房间，进行了系统签到。签到成功，获得奖励技能卡心有灵犀 3S 级，可使目标学会心有灵犀技能，技能效果无障碍与任何生物进行交流。怎么会奖励这个东西？难道要我和猪牛鸡交流吗？我照旧把卡片升级了自己，来到了奶牛养殖处。随着母牛的叫声，我竟然可以听懂，大意就是叫小牛不要顽皮。我对着一旁的公牛下达了一个指令：你夫人刚刚生产完，你不能有非分之想，要不然我就杀你吃肉。接着公牛温顺的叫了2句回应了我，大意就是他不会乱来。这个技能好，以后可以去动物园工作了。我回到房间准备休息，岛杯便响了起来。孤岛汇报结界不太正常，并且他用铁枪戳了戳，结果戳出了一个洞。那结界被你戳破了吗？没有，只是被我戳了一个洞，还没有破掉。你真有才啊！
戳破之后有什么异常发生吗？透过我戳开的洞，发现结界外海水并没有结冰，碧海蓝天，阳光灿烂。一个结界就划分出2个温度差异的世界，你确定没有看错？我没看错，而且那边还有船，船上有土著，脑袋上插着羽毛那种。既然这样，那你索性捅个大窟窿出来吧。大佬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结界能保护我们的？按你说的，结界外是春夏之际，那就让他们分担下这寒冷的天气吧。好的，大佬，我明白了，现在我就去让你们舒服，体会一下什么叫透心凉吧。冷空气冲出结界外，结界外的海面上冰层在迅速扩大，冰层帆船冻在了冰面上。这下跑不掉了吧？我得去看下有没有好东西。这下发财了，这么多的食物，但这张地图是干什么用的？大佬，我在土著船上发现了这个残缺的羊皮卷地图。交易过来我看看，其他物资你就留着，我这用不上。交易成功后，系统立马响起了提示：羊皮卷地图标注了附近海域航线以及有部落存在的岛屿，可在岛碑上使用。随后，岛碑地图上东北方出现了一小块位置，放大后才发现这个位置上竟然有很多岛屿，并且每个岛屿上都标注着有部落存在。只是这么一小块地方，竟然有上百个部落。更恐怖的是，这么多部落只占了岛碑地图的小角落，还有大部分都是黑色，不可见状态。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，真的是难以想象。结界这么脆弱的吗？一个普通人一捅便破。这个结界能把两边分成2个世界，这么强大，怎么可能被捅破呢？我也不相信啊，但事实就是有人把它捅破了。荒岛求生第37天，结界被捅破，温度在上升，零下60度上升了10度，估计生物攻击又要开始了。江云天照旧特训大家，争取提高战斗技巧。大哥，你带我来这小树林干啥？不是对我有啥想法吧？呸呸呸！你想多了，狗爷我嘴馋想吃辣条。你是咋想的，大哥？这冻死狗的天气，辣条怎么会出来？算了算了，真是冻死狗，回去厨房生点酸辣。陆毅，野猪又生了一窝小猪崽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你怎么愁眉苦脸的？但是我们地方太小了，饲养室数量上限是16只，未生产前野猪就有8头。这次野猪生了多少只？一窝12只。他们闲着没事就打牌，我想把公母分开养。都是小猪，占用空间不大，先凑合一段时间吧。好吧，那我先忙去了。陆毅，我发现海面部分地方竟然已经解冻了，温度零下19.5摄氏度。温度回升的有点快啊。就是啊，现在箱子都是移动的，要不就开启全自动渔网吧。开启吧，密切观察下海面。我走回到岛碑前，孤岛已经私聊我了。大佬，冰层全部都化了，还继续破坏结界了？暂时不用吧，您守好自己岛屿，观察结界土著就行。好的，大佬，明白了。我切换到公共频道上，看看大家岛屿的情况。卧槽，什么情况啊？又有海洋生物攻击了。天气回暖了，冰层都化开了，春天快到了，大家动起来吧。冬天过去了，差不多零下20度，我还是感觉冷。那你就窝在帐篷，这个时候了还这么矫情。我将羽绒服租赁下架，天气回暖估计也用不上了。随后签到了系统，签到成功，获得奖励单一功能建筑升级卡成因，可升级单一功能建筑1个等级，等级上限为3S 级。系统，单一功能建筑是什么鬼？意思是只有一种功能的建筑，厨房、客厅或者养殖房就属于单一功能建筑。我略微思考了下，然后升级了家畜饲养室。家畜饲养室升级为了 SS 级。家畜饲养室 SS 级可以饲养不高于 SS 级的家畜，提高幼崽成活率320%，提高生长速度320%，数量上限为32只。家畜空间是解决了，但饲料有些跟不上了。目前只能先凑合，等这周过去吧。按这个温度回升，外面的大棚能利用起来。可以，元老，这方面你安排就好。兄弟们，你们看，这就是我打下的江山，三弟你可要看好了。俺晓得了，大哥，俺办事你放心。那我就负责驮着大哥驰骋在这片岛屿，谁不服就踢谁。得了，二弟，带我去见小姐姐，狗生幸福就靠你了。有了大黑，我倒变成闲职了。放心吧，开春有你忙的，目前抓紧训练他们。好的，陆毅，训练绝对没问题，就是不知道这土著实力怎么样。根据孤岛反馈的情况，他们发展应该一般，但是个体实力比较强。那就好。碾压局没有意思。我来到岛碑前，继续查看公共频道。我看着他们的评论，都是吐槽生物攻击的，即使被破坏不是好事，这在将来可能造成战斗人员的减少。冰层化开了，接阿姨的事情提上日程，不过游艇充满电，也不能走个来回，这是个不小的问题。陆毅，你也别太为难了，反正老婆子吃喝不缺，东西都能交易过去。就是怕妈妈在岛上遇见危险，我们完全没办法救她。交易过去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可以让阿姨自己开游艇回来啊。对呀，哈哈，这样不用担心游艇电力不足了。我同意，就这么操作吧。我也同意。
陆毅，谢谢你了。我俩还谢什么？阿姨不是我的丈母娘吗？讨厌了，人家都没答应嫁给你。然然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回到岛杯前，给李嫣发送了一个消息：阿姨，冰开始融化，我想让你开游艇回来。如果去接你的话，游艇电力不够。这太好了，可是我不会开游艇啊。你不用担心，游艇是全智能自动化的，不需要你会驾驶，只要你发出指令就行。啊，这么简单吗？接下来，我给阿姨详细的讲讲离开岛屿的操作，主要是击碎岛杯、回收基石。好的，陆毅，我知道了，阿姨等你安排吧。结束了聊天之后，我协助园农去处理大棚，这次主要是种植土豆和水稻，它们能作为家畜的食物。我看了一眼温度，维持在了零下19度左右。按月捕捞到了34个物资箱，除了基础物资外，获得了长江豆种子乘5，白菜种子乘5 ，41块基石。竟然有2种蔬菜种子，难道别人也是这样吗？我带着疑问点开公共频道，我看着自己的私人频道已经被问种子收购的私聊占领，原来大量的人开出了种子，这又将提示着什么吗？结果我也不想去想了，既来之则安之吧。我插个嘴啊，帮会有种子没有耕种土地的，可以给我帮种植，成熟了我只拿一半，如果交易给陆毅，你们只能换1次食物。对，你们大家好好想想，给我们老大，那将是一份长期收入啊。随着地灵的鼓动，有些人心动了，把种子交给了地灵。地灵看着收上来零散的农作物种子，心里略微有些失望，应该是有很多人没交。马德，看来得做个决定了。我宣布，地灵从今天起取消每周上交物资，修改成自愿上交，每种物资对应不同的贡献点，通过积累贡献点升级，从而获得优待权利。终于不用上交物资了，我支持老大，地灵万岁，誓死追随老大。我自愿上交物资，我要贡献点。行，上交的到我这登记。看来反应强烈啊！哎，早点改革就好了，现在落后路易太多了。荒岛求生第38天，王炸！海面上冰块全部融化掉了，气温是零下15度左右。众人由于等级食物吃得多，训练效果非常好，核豆树几天就熟练了，基本都有了自保之力。我将游艇交易给了李嫣，希望她能够安全回来。欢迎您乘坐 VIP 游艇，请系好安全带，我们立刻出发。出发吧，我迫不及待想见他们了。旺财，帮我办点事情。你个老六，有什么好事？快点说吧。就是，别磨叽。我丈母娘在回岛路上，你和小马去岸边盯着，回来了及时告诉我。你个老六，我叫白龙马，不是什么小马。二弟别和他废话了，这老六欺负够厉害，我们到岸边散心去。行了，赶紧去吧，中饭给你大猪蹄。这还差不多，再给二弟家捆上好草料。随后系统的签到，获得奖励，设备等级提升，可将任何设备提升至 SS 级。我决定用在净水器上面，能喝到 SS 级纯净水，对体质提升更有利。我回到房间，岛杯传来的消息让我瞬间紧张起来。陆毅，游艇被咬住了，这怎么办啊？巨恶的腥臭味我都能闻到了。请您不必惊慌，游艇是宇宙合金打造，此星球生物无法破坏。阿姨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一只超大鳄鱼咬住了游艇，正在拖着我走。阿姨你别慌，小友，你们遇到了什么？应该是史前巨鳄，它无法破坏游艇。我即将耗费一半电力，开启超音速模式，摆脱这头鳄鱼，届时电力无法支撑到目的地。行，电力我来想办法，你先摆脱它。好的，开启音速模式。阿姨路上遇到麻烦了，恐怕电力不够回来。之前不是充满电了吗？为什么没电了呢？现在怎么办？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找个小岛上去收了它，然后交易回来充电。我妈她行吗？万一岛上是2人，就麻烦了。陆毅，你把帆船给我，我去接老太婆。安叔叔，这恐怕不行，帆船根本扛不住巨鳄的牙口。难道他碰见的是巨鳄吗？是的，安叔叔，你放心，游艇目前脱困了，我们先等等消息吧。都多久了？这人还没有到。陆老六的丈母娘是不是迷路了？大哥稍安勿躁，娘们出门都是这个样，磨磨唧唧的，真烦狗啊！耽误我和小姐姐谈心。终于捞到物资箱了，好期望开出来食物。获得物资契约卡乘1，并为其制造图乘1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低血糖就要犯了。姑娘，你别乱动，我不会伤害你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。你别怕，我就是想用你的岛杯，我有东西交易回去。那你有食物吗？食物我也不多，不过我可以叫陆毅给你。什么？你认识陆毅大佬？我的食物都是找他换的。对，我不但认识，有可能还是我女婿。那行，阿姨你用吧，我只要一口吃的。陆毅，游艇我交易回来了，这边有个你还挺可怜。如果不确定，还是杀了吧，确保你的安全。他有段时间没吃饭了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想把他带回去。陆毅大佬，你就收下我吧，我保证不会伤害阿姨。姑娘没问题，收下吧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同意了。阿姨，
你冷吗？我还有羽绒服。叫阿姨多老啊，叫姐吧，我不冷。游艇充完电我们就走。好的姐。游艇充电完毕后，我再次交易给了李嫣一个定位器制造图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定位器制造图需要芯片成衣、塑料成衣、玻璃成衣，难道箱子还能直接开出芯片来吗？就在这时，有人私聊我：大佬，我开出了这个芯片制造图，你要吗？真是瞌睡就有人送枕头，你这边要换什么 ？C 级的食物1000克，大佬您看可以吗？去交易过来吧。芯片制造图需要2氧化硅成衣、铝成衣。又出来没见过的资源，先看看公共频道吧，或许大家都开出了以往不同的物资。嘿嘿，我开出一个定位器制造图，我开出来远距离通讯器制造图。这玩意没用，岛杯不是可以通讯吗？岛杯是固定，岛杯总不能随身带吧？有这个远距离通讯器，不是很方便吗？每次开出新东西，世界规则都是相应改变。那这次改变到底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是暗示我们要合作，大家彼此防备，根本不会诚心合作的。我觉得要路易大佬或者地灵大佬牵头，应该可以实现。频道上瞬间一片呼吁，由我牵头组建联盟，但是我无视了请求，因为现在这种情况，不遵守联盟约定，根本没有违约成本。这个时候谁当出头鸟啊？还是当好会长稳妥。立刻在会内收集关于联络器材的图，制造出来备用。好的，老大，我去安排。路易物资箱全在这了。好，辛苦了。一共40个物资箱，都开启后获得物资：基石乘56，二氧化硅乘1，铜乘2，铝乘2，对讲机制造图乘1，电池乘3。我回到岛杯前查看了对讲机制造图，需要芯片乘1，塑料乘1，玻璃乘1，铜乘1，电池乘1。我略微思考了下，将对讲机制造了出来。定位器目前不需要，有签到奖励的定位仪已经足够了。对讲机可实现短距离对话，最长通话距离2000米。那岂不是要造2个才有用？一个对讲机没法对讲，可以跟岛杯进行实时沟通。那还算是有点用。多找几个对讲机，这样在岛上就可以对话了。荒岛求生第39天。温度上升到了零下8度，离春天的到来不远了。我用 C 级的鱼再收购了7个对讲机，这样每人都可以实时通话了。中午时分，李嫣陆平安全到达，看见面积庞大的岛屿，满脸震惊和不可思议。欢迎欢迎，我介绍下，我是这的大总管，有啥事找本汪好使。好可爱的小狗，姐姐好喜欢呀。小姐姐，以后你就知道本汪的好了。晚上我们谈谈心。小破狗干什么呢？对客人礼貌点。哎，你个老六就不能给本汪点面子？好了好了，旺财取代俊俊玩吧，中午给你大鸡腿。还是俺爷爷懂我，懒得和老六一般见识。妈，你一路上辛苦了。不辛苦，见到你们我太高兴了。阿姨饭也做好了，我们先吃饭吧。陆毅，谢谢你了，是你救了我们一家人。阿姨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再这么客气，我可生气了。我说大妹子，我们比一家人都还要亲，所以就不要客气了。好的，给大家介绍下，还叫陆平儿。我叫陆平儿，以后活都可以让我做，希望大家多多关照。好了，都别太紧张了，吃饭吧。快些吃，小姐姐，等会本汪带你骑大马。对，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饭后我将住宿安排了下，陆平和苏婉安然暂时挤一挤，丈母娘李嫣和安月住一间房。然后我回到岛杯前查看公共频道消息。有人制造出定位器吗？是什么效果？我造出来了，它可以融合在岛杯内，然后有3个选项，对所有人可见，对特定的人可见，对所有人不可见。意思是自己岛屿位置在所有人的岛杯上都会显示出来，对吗？对的，有了这个，亲人朋友就能找到彼此了。看来这世界真是要想我们结合在一起啊！老婆子，你想我没有？你个老不休，想你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啊？我这不是关心你。很快，大约有30%的求生者都做出了定位器，并融合到了岛杯上。我切换到岛杯地图上，有些地方亮起了光点，就是有定位器的岛位置。这帮人胆子真大啊，竟然随便暴露自己位置。我打开公共频道，由于定位原因，一时间那些虫子上脑，蠢蠢欲动的求生者特多，瞬间变成了大型相亲平台。那沉寂许久的春意慢慢的萌发了出来。陆平儿在沙发看电视，感觉有些恍惚，仿佛又回到了之前的世界。阿姨，明天开始把这不之一的事安排下吧。众人纷纷点头，身上的衣服都穿了好久了。好的，之前给你的蚕蛹还在吧？我放在冰箱冷藏着呢。好，温度适宜，我立刻开始养蚕。元老，我这还有 S 级的棉花种子。那很好，棉花种子交给我吧，我去温室培育。苏婉姐，你们是一直住这么好的房子里吗？也不是呢，开始只是单身公寓，上周才刚刚升级的。这里一直有电吗？我现在都感觉像在做梦呢。慢慢就习惯了，明天我带你出去转转。好，谢谢婉姐。我回到房间睡了个午觉，醒来时系统提示就响了起来。触发双倍收获效果，效果持续1天，系统签到成功，奖励月度大礼包1份。打开月度大礼包，
获得物资：别墅卡乘1，庄园卡 S 级乘1，港口卡乘1，围墙拓展卡3S 级乘1，触发双倍收获奖励翻倍。别墅卡顶级豪华4层别墅，地上3层，地下1层。庄园卡 S 级，占地10亩的庄园，其中住房和仓库3亩，剩下是7亩 S 级田地。庄园内有恒温系统。港口卡建成一个小型港口，用于停放船只，可进行船舶维护，有一定的防御力。围墙拓展卡 SSS 级，可将现有城墙拓展为合适大小。这4个物资太强了，我这粗算了下，岛屿放不下这么多东西啊，又得收基石扩建。随后我找到安然，统计现有的高等级食物，开始大量收购基石。不一会，统计数据就交给了我。SS 级纯净水4500毫升 ，A 级鸡肉150千克 ，B 级海鱼56千克 ，C 级海鱼及淡水鱼508千克 ，S 级玉米20千克。S 级红薯912千克 ，A 级小麦96千克 ，S 级牛奶1300毫升 ，A 级鸡蛋300千克。我切换到岛杯的公共频道，发布了出售一大批高等级的食物的消息。随着消息的发布，频道内一片欢呼，毕竟缺衣少食的人还是占有很大一部分。会长，路易又要出高等级食物，还是一大批，我们要怎么办？老大，大家准备好基石，等下去抢购高等级的食物。是老大，这次食物最高等级到 S 级。大家看好基石，量力而行。最高 S 级，大佬是从什么地方找到的？我一定要抢 S 级的食物，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抢。S 级的食物怎么可能？他是如何得到的？我切换到交易大厅，先从 C 级鱼肉开始上架，只有基石为交易目标。鱼肉 C 级乘60，交易基石乘1，一共8466组上架后，我手还没有落下，瞬间被秒光了。接下来是 B 级海鱼，定价就以 C 级的鱼肉为标杆。鱼肉 B 级乘30克，交易基石乘1，一共1866组，结果瞬间又被秒光了。接下来是 B 级的食物，依然瞬间又被秒光了。这个交易完成之后，我切换到公共频道看了下，频道内好评不断。或许是我的东西公道，也许是基石他们真的多。我准备继续上 A 级食物，但有点小问题，就是 A 级食物该怎么定价呢？荒岛求生第40天，人口增加了，李嫣录屏，总计人数达到了8人。房间不够，急需增加。签到奖励的别墅庄园卡，目前岛屿面积也放不下，当务之急就是收购基石。B 级、C 级食物已经卖完，剩下了 A 级和 S 级的。A 级食物定太高的话，估计市场不能接受啊。我略微沉思了一会，开始上架 A 级食物。鸡肉 A 级乘10克，交易基石乘1，一共15000组。尽管这4周以来淘汰了很多人，但幸存的求生者还不少。15000组虽然看起来很多，但还是被瞬间抢光。继续上架 A 级牛奶鸡蛋，我感觉他们基石应该不多了，但很快瞬间打了脸。6000组鸡蛋，6000组牛奶，同样也是瞬间没了。总计获得基石118604块，如果全部用来扩建，加上岛屿原有面积，一共是156671平方米。这下足够放下生气的别墅了。这 S 级食物不用卖了。不过自己装的币，含着泪也要装完。我上架了，水煮玉米 S 级乘200克，交易基石，备注是竞价方式，时间半个小时，顿时频道内开了锅。S 级的食物是稀缺品，众人都跃跃欲试，瞬间竞价到了50块基石。我出价基石100块，我出价基石200块，谁也别和我抢，我最强一组拿定。哼，说大话不怕闪了舌头，我出300块。再加就不要了。啧，我以为地林是牛逼势力呢，也不过如此吧。我出500块。妈的，手上没有基石，只能放弃了。这人如此诡异操作，想必是有别的目的吧？果然，秋生很快就私聊了我。私聊我有什么事情啊？一看你就是爽快人，我想跟你做个生意。哦，什么生意？我们最强一族成立了团队，专门在海上做生意。你的东西这么多，不如让我们帮你销售，你看怎么样？可海上并不安生，你怎么保证安全？我们有这个海怪雕像 S 级，海怪雕像 S 级放在船上会让海怪认为船是它的同类，不予攻击，作用范围半径160米。这个世界幸运的人还是非常多的，不能小看任何人啊。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？我们联合肯定非常完美。好，那就合作一把，我再给你们指一条赚基石的路。请讲，大佬。既然你们有海上的优势，可以来做客运生意啊，按一次多少基石收费就可以。对呀，哈哈哈，我这就和兄弟们商量。各位，我已经和陆毅搭上线了，他同意了合作方案，并且还指了一条赚基石的路子。哈哈哈，这个蔬菜水果不用担心了。另外，大佬说的路子是什么？就是用船做客运生意。客运生意，现在求生者需求应该不大吧？我们做客运估计吃力不讨好啊，怎么会是赚钱的路呢？是不是逗我们玩的？假如你找到了老婆，你会想办法
接老婆过来发展吗？那肯定会想办法，除非我没有船。对呀，那你们说有搞头吗？能做到长距离安全航行，估计只有我们一家，这是垄断行业了。没错，垄断的利润大家都明白吧？我们先是运营起来，50公里1块基石票价。行，大哥，我们听你的。大家吃完饭，我将做大调整，你们照旧负责各自工作。陆毅又做什么大动作？不会是又扩建岛屿吧？岛屿我准备扩建到15万平米。小陆啊，这一次是不是要考虑下？这也太大了吧！安保工作可不好做啊。江哥放心，不是还有我，本王可以一个顶俩，不行再加他黑二弟。爸爸还可以加上我骑大马帮爸爸。行，小俊俊也算上。路易那房子也升级吗？你们就等着吧。饭后我将基石全部用掉，岛屿面积来到了156671平米。我先将2张别墅卡使用，2个别墅相邻与农家别院并排，在住房的正南方，2个庄园同样并排。之前的4块田地放在庄园外附近，农家别院所有饲养式牛棚鸡舍放在新庄园内的饲养地中，所有仓库都集中放在西南角，然后使用围墙 SSS 级拓展卡。考虑到以后的发展，拉起了一个边长为150米的正方形，围墙上保持4个方向4扇大门。最后是港口卡，我将2个港口建立在了内陆和入海口。这次大调整，你们工作都会放在围墙内，外面就交给我和江哥2人。我觉得他们要经常出去历练下，倒逼尽快成长，强大起来。我们后勤也要强大起来。是呀，能保护自己最好。元老的工作更加繁重了，安岳叔叔，你先帮元老一起整理物资箱，交给旺财。好的，我没问题。这不是小菜一碟吗？no 怕不冷。我们就5块田不到1亩的，应该不至于繁重吧？等会带你看完就知道了。工作量至少是现在的28倍。粗估算了下，那至少是7000平方米田地啊。差不多，走吧，带你们参观下新别墅和庄园。荒岛求生第41天。豪华别墅和庄园都已经建好，当袁农看到属于他的庄园时，瞬间惊掉了下巴。师母，你确定没搞错吗？没错，就是师母的庄园，并且有2个。怎么样，元老，还要给您加个人帮忙吗？不，我就14亩地嘛，我能搞定。临级种子什么的，你得给我多搞点来。行，我尽量搞。继续看我们的住所吧。难道不在农家别院住了吗？你转头看看就知道了。刚自建的豪华别墅，还是2套房间，你们随便选。2楼是3间卧室，3楼1间卧室，但有露台和1个游泳池。呀，这太棒了，我好想去游泳呀。你个老六，这次高低给本王整套房啊。不行，陆毅叔叔说了，我也有单独的房间，旺财你要陪我睡。我的个小祖宗，可以给本王一点私人空间不？什么空间？告诉你房间很大呢，我多留点给你。哎，和你说不清。另外地下还有1层，有一个 KTV 和1个台球室，以后那就是活动中心了。陆毅，你想的真周到呀，我可是麦霸呢。杜婉姐，我也喜欢 K 歌。行了，找时间我听你们唱。走去港口参观下，这是港口，能停10艘船。海港内还有小型机关炮，炮弹1000发，连这东西都能搞到，真牛逼啊！简直是不敢相信。江哥，你负责将船都开进这海港停靠好，继续负责保安方面。好的，陆毅，我这就去开船。元老，安叔叔，规划下庄园土地，先扩大种植棉花。好的，明白。行，走吧，老安干活去。安然、杜婉，你们把农家别院的物资需要用的都搬到别墅去。好的。阿姨、平儿，你们熟悉下纺纱机和织布机，我们穿上新衣就靠你们了。好呀，我会努力熟悉的。安排好众人后，我回别墅豪华卧室，岛杯被安放在电脑桌旁，我打开公共频道查看。我是最强一族副族长秋生，为了方便大家找亲人，我们决定开通客运服务，每50公里1块基石，开业大酬宾，享受半价服务。最强一族，这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势力？50公里1块基石，表妹离我2800公里，那不是要56块基石？楼上的，你应该是学渣吧？题目都不看完就做题，如果不能保证安全，讨论再多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有这个海怪雕像埃及，能确保航行途中不受生物攻击。一时间要乘船去找父母的，去找朋友的都激动了起来，纷纷要求秋生来接送。客运服务瞬间排满了日程。这家伙还真够狠的。不过现在客运是刚需，应该有很多人选择乘船。老六，物资箱拖进仓库了，抓紧时间去开。好的，我这就去。我来到仓库，一共46个箱子全部开启，获得物资：基石乘104，铜乘35，土豆 B 级乘4，塑料乘28。这2个 B 级的土豆真是意外之喜啊！庄园的 B 级土地刚好用上。棉花在温室内已经种了，等成熟获得种子再进行扩大种植。好的，元老，你决定就行。我来是给你送 B 级土豆的。那太巧了，正好 B 级土地空着呢。那就交给元老你了。临到收工，江云天带着狗子和大黑走了进来。大黑和旺财配合真不错，今天都没让我动手。我们2兄弟的实力可不是吹的。主爷，我肚子又饿了，有吃的吗？
今天奖励你们 SS 级纯净水，吃的等会就好了。SS 级的纯净水，喝了能强身健体吗？别废话，你爱喝不喝？哎，怎么地还不让问了？你这暴脾气得改啊！出门容易吃亏，知道不？随后我拿出2杯纯净水，给了大黑和旺财。大黑迫不及待的将那杯水全部倒进了嘴里，旺财也是一口就闷了。这水就是有点甜吗？还当宝贝似的给1小杯。主人，我感觉好热。这是怎么了？极地黑熊进化中，提供高等级的能量，能增加进化成功率。竟然还能进化！我将累积起来的 SS 级水全部给到大黑，命令他全部喝了下去。随后红光越来越盛，刺眼红光持续了10来分钟，然后慢慢又没入大黑体内。极地黑熊 S 级，无比凶猛的食肉动物，此动物是您的契约兽，是只得力的好帮手。怪不得当时我干不过他，应该是他已经到 A 级巅峰了，积累足够能量就能晋级。应该就是这样了。主人，谢谢你，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以后还有更好的给你。我怎么感觉我浑身充满了尿意？陆毅，我用树皮纤维试了下纺纱机，不是特别难操作，应该是世界规则简化了机器使用。那最好棉花收获了，到时候看你们的了。放心，没问题。 S 级和 A 级的田地都被我们利用起来，等土豆扩大种植，就将剩下的滨级田地利用起来。你们也太拼了，2个人下午4个小时，全手工搞定6亩地。还行，好久没酣畅淋漓的干过了，感觉现在身体比年轻时还要好。是啊，我也轻松的干了下来。这个世界的高等级食物堪称神物。今天生物攻击是48次，没有高等级生物攻击。看来攻击规则还没变，但是今天扩展这么大面积，明天攻击次数就不知道了。今天结束后，不知道岛杯又会有啥新提示。大家都很好奇，这4周春夏秋冬结束后，总感觉接下来会有大动作。那大家就都等着岛杯提示吧。荒岛求生第42天，今天是这周最后一天，大家都无心睡眠，于是都在 KTV 一边唱歌，一边等待着岛杯的审判。什么样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什么样的种子，开什么样的花。旺财，你这唱的什么？难听死了啊！你个老六，这叫潮流懂不？一点音乐细胞都没有。旺财放下麦，该我出场了。给，小姐姐要必须给。这唱歌没啤酒想零食，总感觉少了点啥。合着你去 KTV 除了不唱歌就是吃啊。在众人的吵闹声中，时间到了晚上11点半，众人都回到了1楼客厅，看着客厅附属岛杯，等待着提示降临。公共频道中也热闹了起来。半个小时后，岛杯会有什么提示呢？每次这个时候，我都感觉是在接受审判。我感觉还行，大型的真人求生游戏，多刺激啊！在众人恐慌的讨论中，12点终于到了，岛杯响了起来，但是提示却没一起出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没有提示？这是让我们自己摸索吗？各位求生者，非常意外。以往的岛杯提示都跟指令一般，但是这次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大到50，天眼49，遁去其一，视为变数。既然变数已经出现，那我便不再插手。应有人提前从内部破开结界，你们将提前面对世界土著。我这就麻烦大了，没想到捅个窟窿就要面对土著大军啊！罪过，真是万万没想到。此时公共频道也是一片骂声，结界被人破开了，我好怕。什么情况？谁破开的？我要杀了他！谁手这么贱，早破开结界，我武器都没有啊，敢做不敢出声啊，真是个缩头乌龟。我苦笑着关掉频道，岛杯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不过结界提前破开，敌人入侵夏季土著岛屿，冻死大批土著，你们短时间内不会受到土著侵扰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接下来所有蓝星人类将合并到一起，并且同用一个公共频道，生物攻击更加频繁逼真。此时公共频道已经合并，消息发得飞快，信息瞬间上万条，都是各种寻找亲人朋友的，其中还夹着各种外国语言。我调整了下设置，将非夏国语信息屏蔽掉。这时很多人在发重复的一句话：各位，我是无为，我建议分不同省份建群劳，这样找亲人就方便很多。另外，我会建立夏国大群，所有夏国人都可以加，我会分享我得到的情报。一时间公共频道内都是重复这句话的人，说明无为手下人数众多。随后无为将群号发了出来，我选择加入了夏国大群。你们有需要找的人自己选择加入地方群吧。我有一个女儿，但是不知生死啊，我家辽省的找吧。随后大家都选择了一个地方群加了进去，大家便纷纷回去休息了。我回到卧室后刚想睡觉，岛杯提示音再次响起。岛屿基石被破坏掉一块。我瞪大了眼睛，立刻查看地图，发现有一处已经被破坏了。接下来岛杯响起不断的提示音，警告岛屿东南被攻击，警告岛屿西北被攻击，警告岛屿港口被攻击。我操，这是要弄成我吗？岛屿正在被攻击，以往攻击是早6到晚6点，现在是不论什么时间了，而且破坏一块基石后并不会离开。马德，这还不让人睡觉了啊！
大黑旺财你们东南位置，香哥你去西北位置，我去港口位置，带好对讲机随时沟通。好的，主爷，老熊去就回。很快，大黑抓起一个长条状生物，从水里拉了上来，竟然是一条海蛇。大黑轻松将它划成好几段，而我也顺利解决了前来攻击的普通水母。接下来的1个小时内，我和江云天、大黑旺财几乎整个岛屿到处跑，足足应对了56次海洋生物的攻击。幸好都是普通生物，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增加攻击次数。最好希望不会。千万不要攻击了，快累死狗了。接下来又等了半个小时，确定没有生物攻击后，众人各自回了别墅。应该不止我被攻击了吧？打开下个大群看看。果然群里炸开了锅，全部人都遭遇了生物，而且是不断的攻击，部分人连武器都没了。无为则是号召手下将自己武器使用权免费租赁出去，还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啊！我立刻也将多余的铁枪全部在群里租赁了出去。高等级的武器肯定是不会租赁出去的。此时地灵正在焦头烂额的处理海洋生物攻击，自从扩建到259平方后，攻击次数就变成了3次，而他只有自己一人，这3次攻击竟然同时到来，还是3个不同的方向。马德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早知道找嘴强一族接几个人过来，看来今晚是不用睡了。我的亲娘啊，早知道这样，大佬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去捅这个结界啊！今晚过后，恐怕有不少人要葬身海底了。物竞天择太残忍了，希望他们都安好。荒岛求生第43天。所有夏国人合并在一起，共用一个公共频道。目前出现的势力是无为和地灵2大帮派，而我暂时没有选择加入，继续猥琐发育自己的岛屿。老六，别发呆了，外面海鱼多的放不下了。先去看下再说。这怕是有几吨鱼吧？应该是岛屿面积越大，鱼类资源就越丰富，这根本就吃不完了。我把普通海鱼都挂上去，剩下的再处理吧。我回到房间倒杯，切换到交易大厅。昨天上架的水和食物竟然一点都不剩了。原来整个世界合并后，求生者众多，自己那点东西根本就不够他们消耗。既然这样，可以稍微提高一点价格了。找我有事吗？无为，听说你发展的不错，手里有很多资源。有是有一点，但这和你有关系吗？既然你有食物资源，那就应该给同胞优惠，以后不要在交易大厅卖了。那免费供给群里的各位行吗？如果这样，那就最好了。兄弟，你很有前途。你想做圣母，我不反对，但别拉我下水。随后我直接退出了夏国聊天大群。马德竟然退群了，别让我找到你，不然我整死你。没有想到无为是这种人，夏国同胞我自然会拉一把，但绝对不会当烂好人。我不再想无为的事情，思考起目前的海鱼交易来。如果全部上架的话，得来的物资可能会将现有仓库挤爆，或许换些稀有物资更划算。这要多会几种语言，找外国人换机会就多了。我们里面有精通外语的吗？我会亲门外语。早说啊，赶紧来我卧室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到。冉冉，这苏婉跟陆毅是什么关系？他们是以前的同事呢。我问的不是这种关系，好像苏婉对陆毅有意思啊。没事妈妈，公平竞争呗，我不认为自己比谁差。我交代苏婉在岛碑上编辑各国交易语言，复制粘贴到交易大厅，随后进行了系统签到。签到成功，获得奖励全自动智能农业助手3S 级，农业方面的活都可以交给他。这东西好啊，又可以省出一个人来了。这大家伙看起来好像联合收割机啊。这是全自动农业助手，以后的农活你们不用亲自做了，吩咐给他就行。你确定他能搞定所有的农活？我精通所有农活，可同时管理640亩田地。好吧，红薯苗我已经培育好了，你把红薯苗都栽种下去吧。主人，我可以执行这命令吗？当然，以后你听他的命令就行。好的，主人。哎，我这是被机器淘汰了吗？元老，这不是淘汰，你之前是做科研的，不能一直干体力劳动，以后还要你继续搞科研呢。那就好，我老头子会尽力的。我回到房间，将苏婉翻译好的信息发送到公共频道中。公共频道上议论纷纷，其中有人发出一张 B 级制造图，是制造沼气池用的，这对我来说刚好有用。升级的别墅里面有煤气灶，我随即找到 ID 为马丁的外国友人私聊，用白开水2升，海鱼10千克，交易了沼气池建造图 B 级，并交代他有类似的物资，可以在那边宣传下我收，或者先收购回来，然后再找我也行。我点开岛碑制造页面，沼气池建造图 B 级，制造需要砖块100，粘土200，铜乘20，玻璃乘1，塑料乘5，都是基础资源啊，立刻建造吧。我将建造好的沼气池放在了别墅后面，有了它，生活垃圾就可以输送到沼气池中分解发酵。陆毅，你知道吗？无为把夏国大群禁言了。不至于这么无脑吧？这不是把夏国求生者都得罪了？我想他以前的做派都是装出来的，现在装不下去了。公共频道好多人叫你建群呢，你想建吗？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，不但能积累人脉，将来产出的食物、衣服等就有了非常宽广的销路。我也同意元老的说法，这样物色一些人才也方便。是啊，人多力量大，有群就可以筛选人才。
既然大家都同意，等下我就建群，收过契约卡备用，有合适的人就招进来。饭后我回到房间，打开聊天频道，思考片刻后建立了群聊一天，亦有改变之意。我希望能改变这片天地。随后我发布在了公共频道。各位，我是陆毅，我建了群名为一天，欢迎所有人以及国际友人加入。太好了，大佬建群了，我第一个进，早就想勾搭大佬了，现在有机会了。我有预感，进大佬群肯定收获满满的。哼，什么大佬，就是趁火打劫，还要外国人，简直数典忘祖。楼上的，你是无为的狗腿子吧？这陆毅简直可恶，一定要搞臭他的群，下国只能是我才有资格建立群聊。少爷不用担心，我们的岛屿足足有500个平方，这才是实力啊！就让他先蹦跶几天。先全力发展岛屿吧，到时候要它好看。随着公告的发布，岛杯提示不断响起，大量的人加入了一天，而另外一旁无为拉起来的群聊，则不断有人推群。马德，都是一群白眼狼，忘了老子帮他们的时候吗？荒岛求生第44天。龙卷风来袭，岛屿发展在稳步进行中。李嫣录屏织布进度很快，估计不久就有新衣穿。元老安岳有了农业助手，工作量大大的减少了。江哥大黑相互配合巡查安保工作。陆毅，海上起风了，起风了啊！那你把船都在港口固定好，你先回来吧。好的，我已经将船固定了，我先查看下外面的情况吧。贼老天，好好的打什么雷？瞎绑王一挑。我打开一天聊天群，询问大家的情况。大家附近海域起风了吗？我这边起风了，而且越来越大。我这边乌云密布，像是要下大雨。那大家固定好自己东西，有可能是龙卷风。大佬，这是真的吗？极有可能真的。大热或大冷天气交替，就是容易产生龙卷风。各位停下手里的活，都进来大厅吧。外面风力有8级了，感觉还在不断的提升。幸好我们有围墙，这8成是龙卷风啊！这我也没碰到过。陆毅，快看，还真是龙卷风，正朝着我们这一栋呢。嚯，这么快吗？我们都去地下室躲躲。厂房的纺纱织布设备和原料不会被卷走吧？不知道啊，希望它能扛住。外面动静好大啊，树感觉被吹折了。这也没办法，安心待着吧。我那狗窝多半是飞了。陆毅，雷达探测的显示，厂房被破坏了。这次我们的物资估计要损坏不少。龙卷风要来别墅位置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风跑了？这难道是老天可怜我们吗？我可不相信上天